3年前，东域边陲的灵秀山曾因一场覆盖百里的金光神迹而被誉为仙人降世的圣地。那时的灵秀宗香火鼎盛，然而神迹再无后续，久而久之，人们发现这里除了一个空架子外，什么也没有，希望变成了失望。3年后的今天，圣地早已沦为笑柄，破败不堪。神迹的中心灵秀宗之内，主角城里正盯着一口空空如也的米缸发呆。完了，穿越第一天，新手一个3年前就黄了的神迹项目，开局负资产。作为一名刚刚穿越而来的物理老师，城里对眼前的状况十分绝望。就在这时，宗门唯一的管家月瑶拿着算盘走了过来。宗主，我算过了，把后山的野菜全算上，我们还能撑2天。2天后，要么遣散宗门，要么把我这算盘劈了当柴火吧。慌什么？一切尽在本座掌握之中。实际上，城里正在思考下山要饭，用什么姿势比较有尊严。就在城里绝望之际，山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巨响。要知道，这破地方已经大半年没人来过了。请问，3年前降下神迹的仙宗还收人吗？二人赶到山门，只见一个壮硕如熊的少年虔诚地跪在地上，面前的石阶被他按出了一个深深的掌印。他似乎是那场神迹最后的一位信徒。仙长，我叫石泰，求仙长收我为徒。我力气大，能吃苦，只要管饭就行。看着少年清澈而虔诚的眼神，城里实在不忍心欺骗这个孩子。那不对吧？我也是个孩子啊！你以为我不知道？没你在，至少咱们米缸还能管饭2个星期。孩子，你起来吧，这里没有什么仙人，3年前的神迹也只是个意外，我教不了你修仙，你还是另寻他处吧。听到这话，石泰非但没有离开，反而把头磕得更响了。仙长，我想成仙，找遍了东域，只有您这里曾降下神迹。我知道仙长是高人，因为我曾经打探过，当时的金光是融入到仙长的身体里，求仙长传我仙法，要我给您当牛做马都可以。就在此时，城里的脑中响起了一个声音：检测到极致的求学之心，最强名师系统已激活，新手礼包发放，自动擦洗教学用白板1个，无限使用万能粉笔1个。系统到账，城里愣住了。他看着眼前这个只想学会控制力量的少年，又看了看脑中的教学礼包，一个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修仙我不会，但教他如何控制力量，这不就是我的专业吗？城里瞬间底气十足，他习惯性的推了推并不存在的眼镜，气质变得高深莫测。也罢，看在你心诚至此，本座就破例给你一个机会，但想入我门下，需先通过一项特殊的考核，你可敢一试？城里将考核地点选在了宗门的后院，他没有拿出什么法宝，只是让月瑶端来了一张破桌子。宗主，你真要教他？我们可没功法秘籍。谁说没有？我灵秀宗的传承高深得很，有5000年呢。去把我们宗门最后的口粮端上来。月瑶浑身一震，小心翼翼地从厨房端出了一碗孤零零的米饭，碗边还有好几个缺口。宗主，这可是我们最后的晚餐了，你拿来考核，要是洒了，我们今天就得啃树皮了。城里没理他，将一块破布铺在桌上，把那碗饭郑重地放在布的中央。你的考核很简单，把这块布抽出来，饭一粒都不能撒。是，师尊，弟子明白了，这是对力量精细操控的考验。石泰走到桌前，深吸一口气，双臂肌肉球结，摆出了一个力拔山河的架势。我不敢看了。嗨！只见石泰猛地一转，力量之大，仿佛要将整座山都拉动。现场一片狼藉，月瑶呆立原地，2行清泪从眼角缓缓滑落。我的晚饭。师尊，我失败了。城里叹了口气，默默地收拾好残局，又找来一个月瑶练功用的沙袋，放在了另一块布上。看好了，完成这个诀窍不在于力，而在于快。话音刚落，城里手臂化作一道残影，只听嗖的一声轻响，桌上的布已经到了他的手中，而沙袋连晃都没晃一下。这神乎其技的一幕，让石泰和月瑶当场石化，嘴巴张的能塞进一个鸡蛋。现在我来告诉你这其中的道理。万物皆有惯性，它会尽力保持自己原本静止或运动的状态。你的力气太大，连带着桌子和碗一起动了，而我只对布用了力。所以控制力量的关键不是去推动，而是去理解。理解的惯性，你就能做到4两拨千斤。惯性，我懂了。师尊是说万物皆有其根性，不可强求。我之所以失控，是因为我想推动一切，而真正的大道是顺应其根性。师尊，这惯性之道，弟子明白了。懂了？你懂了啥？我这才刚讲到力学第1定律公式。听不懂，我只知道我们的晚饭没了。宗主，今晚是你啃树皮，还是我啃树皮？一夜过去，灵秀宗的饥饿危机并没有因为石泰的悟道而解决。宗主，我感觉我看到了我太奶，他在朝我招手。出息，不就是一顿饭没吃吗？城里话音刚落，他自己的肚子也咕的叫了一声。总之，坐以待毙不是办法。
理论终究要用于实践。师太，跟我去后山。城里所谓的实践就是打猎。很快，他们在林中发现了一头肥瘦的野猪。目标那头猪，用你领悟的惯性之道将它拿下。是，师尊，弟子绝不辜负您的期望。石太悄悄摸到近处，从地上搬起一块人头大的石头，深吸一口气，用上了他所理解的惯性。师尊说了，要顺应其根性，只要速度够快，他就反应不过来。宗主，现在别说野猪了，我估计连蚂蚁都搬家了。程里捂着脸，把垂头丧气的石太又带回了白板前。惯性只是基础，光有速度和力量是不够的，你还需要理解力的方向和轨迹。看好了，这就是函数，一种可以计算万物轨迹的工具。我现在教你怎么用。程里用粉笔敲了敲白板，开始了真正的教学。这个 Y 代表你的石头能飞多高，这个 X 代表它能飞多远。Y 是御空之力， X 是横行之法。我懂了。而这3个字母是关键。C 代表你出手的高度， B 决定了你出手的角度和力道。至于这个 A， 它代表着这个世界无处不在的一种力，它会把你扔出去的任何东西都往下拉。天啊 ，Z 是人和， D 是地利， A 是天时。师尊，这是在教我如何将天地人三才合一，推演天机，这是真正的大道。你又悟了，算了，能用就行。1个时辰后，灵秀宗后山的简易训练场上，还好后山找到些蘑菇，虽然不知道毒不毒，不过大师弟他到底在干嘛？不远处的石太正抱着一块人头大的石头，对着前方一排距离和高度各不相同的木桩靶子，时而皱眉，时而用手指在地上画着什么，嘴里还念念有词。他抱着那块破石头在那比划半天了，嘴里还念叨着什么爱过死逼过死的，不会是走火入魔了吧？城里淡定地翻动着烤蘑菇，撒上一点自带的调料粉。别急，那是外语，听不懂正常。他正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尝试，如何科学的把石头扔进别人家院子里。啊，我们为什么要往别人家院子里扔石头？我就是打个比方，你看他以前，别说扔别人家院子了，他连自己家院子都扔不出去，扔哪儿全看缘分。现在我要让他做到指哪儿打哪儿。就在此时，仿佛演算了1万次，终于得出结果的石太眼神一凝，整个人的气势都变了。天时地利人和，三才合一，函数大道起。石太的眼中仿佛有无数条抛物线闪过，他抬头看了看太阳的高度，感受了一下微风的吹拂，又看了看自己脚下与靶子的高度差，最后用脚步丈量了一下距离。嘿！我的天，中了！石太没有停下，他如同一个没有感情的投掷机器，接二连三地搬起石头，石头一块接一块地飞出，每一块都划出不同的轨迹，但无一例外都精准地命中了剩下的靶子，炸裂声不绝于耳。转眼间，场上所有的木桩靶子全被轰得粉碎。师尊，我成功了，我终于掌握了这推演天机、锁定因果的无上大道。弟子感觉现在就算是一只苍蝇，我也能用石头砸下来。这么快就能算函数了？哎，要是我以前的学生有你聪明，我也不至于搞到穿越。你只是学会了预判、提前量和2次函数的基本应用而已。不过孺子可教，总算能进行下一步了。把场地收拾一下，准备吃肉。当天晚上，为了庆祝大师弟悟道，月瑶难得的拿出了自己偷偷珍藏的半条腊肉。灵秀宗终于迎来了3个月以来最丰盛的篝火晚宴。宗主，大师弟现在这么厉害，咱们是不是可以去后山横着走啦？以后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格局，注意你的格局。我们是仙宗，不是山匪。这后山也不算物质充裕的，作诗只会山空。师尊说的是，弟子受教了。月瑶好好看看，人家这觉悟就很高。打猎只能解决温饱，而我们的目标是先定一个小目标，比如先挣他1亿2白银。月瑶被吓得噎住，猛咳几声，惊讶道1亿两，宗主，我们全宗上下加起来连1个铜板都凑不出来。城里没有回答，而是想到大殿角落里那堆积如山的废弃法器。月瑶，明天开始我们开一门新课。啊，我也要学函数大道吗？可是我一看那些 x 和 y 就头晕，感觉比我太奶的裹脚布还长。不，函数大道不适合你，你也没这配置。我教你一门更实用的点石成金之术。第二天，城里把教学地点搬到了那堆废铜烂铁前。月瑶看着眼前这堆破烂，满脸困惑。石太子在一旁盘膝而坐，闭目养神，参悟他的函数大道。宗主，您说的点石成金，就是对着这堆垃圾做法吗？做法？不，我们是正道仙宗，得讲道理。你看这把剑为什么会生锈？放久了，灵气散了，自然就锈了呗。错，大错特错。这剑不是灵气散了，它是被人绿了。啊，剑也能被绿？当然，你看，这剑的本体叫铁，是个老实人，但空气里有个叫痒的坏女人，天天勾搭他。日子一久，老实人铁就被痒勾搭跑了，还生下了一堆烂摊子。
就是你看到的这些铁锈。我明白了，原来是这个叫痒的不要脸。那我们该怎么办？给铁大哥介绍个新对象。聪明，我们要做的就是当个分手大师，先把那个叫痒的坏女人赶走，然后给铁大哥找个新伴侣，让他们牢牢锁死，再也不分开。来，先把这位新伴侣找出来。城里指挥月瑶从刚才烤串的地方捡来一堆木炭。宗主，您说的新伴侣就是这堆烧火用的黑炭，这也太寒碜了吧？铁大哥能看上他？你懂什么？这位叫炭，是个外冷内热的黑脸大哥。别看他长得黑，但只要他和铁结合，就能让铁脱胎换骨，变得又硬又强，百折不挠。真的假的？黑脸大哥这么厉害？当然，现在按我说的比例，把铁和炭一起开火。城里指挥石太用他的蛮力搭起了一个简易的熔炉，随后他让月瑶将废件和精确计算好分量的木炭一起扔了进去。炼钢的原理跟你解释不清，何况这堆废件里还不知道有些啥杂质，都冶炼成合金，应该够用。我懂了，师尊是说万物皆可联姻，通过不同的联姻可以诞生出更强大的后代，这也是大道。你可拉倒吧，别什么都往大道上错。在城里的指导下，炉火熊熊燃烧。几个时辰后，一团全新的金属溶液在炉中形成。城里让月瑶将其倒入石太凿出的模具，冷却后，再一柄崭新的长剑出现在眼前。它通体银白，剑身光滑如镜，甚至比原来的断剑更长更锋利。月瑶颤抖地拿起新剑，感觉分量比以前重了不少。宗主，这剑好像变结实了。是不是真的结实？试试便知。城里让石太端来一块石头，再把剑递给他。石太，用你最大的力气砍他。师尊，这会把师姐的剑砍断的。无妨，砍就是了。石太点了点头，用他那恐怖的蛮力挥舞着剑，猛地朝着地上石头砍去。只听当的一声响，石头应声断成两半。而月瑶手中的新剑，剑身上只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白印，连个缺口都没有。没断，连个口子都没有。劈石头和切豆腐一样，太可怕了。看，这就是科学的力量，咱们祖师爷牛顿的秘法。从今天起，你的任务就是把这堆垃圾全都给我点石成金。我们的宗门复兴大计就从变卖这些科学法器开始。是，宗主，我明白了，弟子一定不负所托，为宗门挣够1亿两银子。很好，有这个觉悟就行。对了，为了提高效率，你今晚先把元素周期表给我背下来。元素周期表？城里刷刷几笔，在黑板上画上元素周期表。这是门阶长老的心血，记载了常见老实人和坏女人的名单和性格，俗称相亲名录。很简单的，明天早上我检查。月瑶看着密密麻麻的文字，两眼一黑，当场晕了过去。太奶奶，我来了。石太立刻上前扶住月瑶，一脸严肃地对城里说：师尊，师姐她好像也悟了大道。她悟个屁，就是想偷懒。你看着你师姐，记不住就不让她睡觉。数日后，山下的青石镇方氏，月瑶和石太在一个角落支起了一个简陋的摊位，摊位上铺着一块破布，上面摆放着几柄闪烁寒光的科学法器。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灵秀宗仙人出品，神兵利器，童叟无欺，绝世好剑，价格公道。两人吆喝了半天，嗓子都快喊哑了，但来往的路人只是看一眼就纷纷摇头走开。毕竟这摊位实在太破了，毫无可信度。月瑶的肚子不争气地咕叫了一声，看着街对面热气腾腾的包子铺，咽了口口水。不行，今天必须开张，不然别说1个亿了，连晚饭的包子钱都挣不出来。等了许久，一个看起来像富家翁的路人甲走了过来，拿起一把剑掂了掂。小姑娘，你这剑怎么卖啊？月瑶眼睛一亮，她伸出一根手指，报出了一个她认为合理的价格，100两白银。路人甲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嗤笑一声：100两，你怎么不去抢啊？城西张铁匠的百炼大刀也才10两银子一把。走了，晦气。眼看唯一的潜在客户也走了，月瑶又气又急，索性心一横，站到了凳子上。100两怎么了？我灵秀宗的剑天下无敌，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谁的兵器能在我家的剑上留下一道印子，我就把这整摊剑全送他。这番豪言壮语终于像一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湖面，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一个身板结实的铁匠第一个走了过来。这番豪言壮语终于像一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湖面，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一个身板结实的铁匠第一个走了过来。
好大的口气！小姑娘，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我这把祖传的百炼大刀，吹毛断发，你敢不敢让他试试？是就是，你要是输了，就得当众承认我这剑是神兵。师姐，这法器我们还没实战过，这会不会？大不了就是从吃米变吃糠，搏一搏可就能吃肉啦。行啊，大伙儿都来做个见证。岳瑶将一把科学长剑插在地上，铁枪张深吸一口气，抡起他的百炼大刀，猛地砍下。哎，这小姑娘被逼急了，要吃大亏了。都一个破剑，敢叫卖100两，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只听当的一声，张铁匠的百炼大刀被崩开一个豁大的缺口，而地上的科学长剑纹丝不动。周围的议论声戛然而止。张铁匠目瞪口呆，看着自己的刀。我的传家宝刀，这怎么可能？岳瑶瞬间有了几分底气，得意地叉着腰说道：怎么样，现在信了吧？我这可是经过仙人点化的神兵。就在此时，一个身穿锦袍，看起来是镇上最大兵器铺聚宝斋掌柜的中年人排开众人走了过来。不过是赢了些反帖罢了，有什么可豪横的？小姑娘，兵器的好坏可不只看硬度。他从怀里掏出一把闪烁着微弱灵光，一看就价值不菲的短剑。我这有一把重金从修士仙长手里求来的开关短剑，虽是下品法器，但有灵气加持，锋锐无比。你那反帖敢不敢跟真正的法器碰一碰？要是你输了，马上收好摊子，给我滚蛋！比就比，师弟，上我们的刀来！石太从背后抽出一把平平无奇的科学大刀，递给岳瑶。那要是我赢了呢？要是你赢了，我就把这铺子转给你。你说的可不要反悔。两边摆起架子，准备碰招。法器，王掌柜竟然有法器，果然是家大业大。小姑娘可能不知道，反帖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和法器相比。我活了几十年，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法器，今日也算开眼了。围观群众越来越多，都准备见识下法器的威能。人群中，一个气息内敛的修士也投来了感兴趣的目光。哦，有意思，反帖挑战法器，闻所未闻。王掌柜一脸不屑，他猛地挥下开光短剑，运起吃奶的力气，朝着科学大刀猛地砍下。他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所谓的神兵砍成2段，捍卫他聚宝斋的声誉。然而兵贵宗还有多少？阁下想要多少？恕我冒昧，贵宗能否为我门下弟子锻造200件神兵？面对青衣修士的询问，岳瑶心里乐开了花，但表面上却立刻装出了一副为难的样子。这位道友有所不知，此等神物乃是我宗门祖师耗费心血所创，每一柄的炼制都极为不易，需要耗费大量天材地宝和心神。可是师姐，宗主说这主要就是些废铁和木炭。就你话多。哦，闭嘴！你看，就连我这天生神力、皮糙肉厚的师弟，每次协助炼制都会被那恐怖的炉火之力震伤。我们这次带下山的已经是宗门现有的半数存货了。青衣修士陈凡听到这话，非但没有怀疑，反而愈发觉得这才是神物该有的牌面。他看了一眼摊位上剩下的10来把剑，眼中闪过一丝决断。仙子所言极是在下唐突了。既然如此，这摊位上剩下的神剑，在下全要了。另外，在下还想预定200柄，不知仙子可否应允？岳瑶和石太当场石化，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200
200饼，我没听错吧？这哪是来买剑的，这是来进货的啊！我一饼1000两，200饼，我的天，换成肉一辈子都吃不完。岳瑶强行压下心中的狂喜，清了清嗓子，摆出谈判的架势。嗨，全部打包，外加200饼订单，倒也不是不行。不过价格和交付方式，咱们得先说好。仙子请讲。摊位上这5把，加上你预定的200把，一共是205把，每把1000两白银，换成金子就是25000两黄金。我得先收你2000两黄金作为定金。另外，这么多神剑和金子，我们送起来也吃力。你现在就得备好一辆大马车给我们，3天后来镇外10里坡取货。陈范听完没有丝毫犹豫，当场掏包。在他看来，1000两买到这种绝世神兵，已经是占了天大便宜。2000两黄金定金，现在就付。马车我也会备好，我一路护送2位，无人敢动我们生意。他从储物袋中取出20锭金元宝，恭恭敬敬地放在了摊位上，金灿灿的光芒差点闪瞎了周围所有人的眼。岳瑶看着小山般的金元宝，幸福的快要晕过去。就在岳瑶完成这笔超级大单的瞬间，远在灵秀宗的城里，脑中也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叮，检测到宿主已成功通过教学实践完成知识变现的初次闭环，教学成果显著，特此奖励电磁学基础教学套件，无线蓄电来盾屏乘1，手摇式发电机乘1，无线使用导电铜线30米。话音刚落，城里面前的空地上光芒一闪，凭空出现了一个古怪的玻璃瓶和一架带摇杆的机械装置。城里轻轻摇动发电机摇杆，看到铜线末端迸发出一丝微弱的电火花，习惯性的推了推并不存在的眼睛。电跨度这么大，从抛物线跳到电能吗？力学炼体，材料学炼器，那么电学又该用来做什么呢？或许可以用来应付一些天气问题，言传身教。与此同时，东域第一大派奔雷剑宗一名弟子正跪在大殿中央，向首席弟子雷万钧汇报着什么。你是说青石镇方氏出现了一批所谓的神剑，没有灵气却能斩断法器，硬抗剑气，而且那个青云门还当中采购了200饼。回禀首席，千真万确，据说是3年前那个降下神迹的灵秀宗拿出来卖的，现在山下都传疯了，说灵仙人闭关3年要重开山门。大殿内的一位长老抚须冷笑：呵，装神弄鬼，3年前那场异象，我宗早已探查过，不过是灵气紊乱造成的假象，哪来的仙人？长老所言极是，所谓神剑很可能只是用了某种偏门材料，但青云宗能采购200饼，恐怕这东西也能对我们起到作用。我奔雷剑宗乃东域剑道正统，那青云门被我们打压的紧，不能给他们任何机会。更何况那灵秀山地界本就有我宗看上的一处灵石矿脉，他们此时故弄玄虚，恐怕是想当面抢我们生意。那首席的意思是传我命令，召集执法队，我倒要亲自下山看看，这灵秀宗里到底是何方神圣。若真是仙人，我奔雷剑宗自当拜服；可若只是个骗子，那就让他知道亵渎大道的下场。夕阳下，岳瑶和石太终于回到了宗门。岳瑶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一样走在前面，石太则在后面抬着一个沉甸甸的大箱子。宗主，我们回来了，我们发大财了。城里正坐在大殿门口，手里拿着新得到的来盾瓶，思考着晚上是啃树皮还是吃蘑菇。听到喊声，他疑惑地抬起头，发财了，卖出去吉巴巴天，咱们以后能吃上肉吗？话音刚落，岳瑶就指挥着石太将那个大箱子哐当一声放在了城里面前。宗主您快看，2000两黄金，这还只是定金。箱子打开的瞬间，金灿灿的光芒几乎照亮了整个破败的大殿。2000两黄金，你俩把山下的金库给抢了？抢什么呀？这是我们凭本事挣的，倒是还有间铺子，算是我们白拿的。到底什么情况？说清楚了。岳瑶详细讲述了今天发生的事情经过，尤其是最后有大客户当场就下了200柄科学神剑的订单。200柄订单，城里猛地站起来，抓住岳瑶的肩膀，表情前所未有的严肃。你跟谁谈的生意？他是什么人？就是一个穿青衣服的男子，他说他是什么青云门的，他很厉害，手里好像能打出什么剑气，一出现所有人都不敢说话。修士、储物袋、剑气，还真的和这些超自然力量体系打上交道了。城里瞬间感觉怀里的黄金不香了，反而像是一块滚烫的烙铁。我以为只是个第5世界，结果是真的有修仙者。我们这点科学技术，要是真和仙门扯上关系，别人不是一指头就能戳死我们。别管什么订单了，赶紧的把黄金分一分，我们连夜赶路，马上离开这里。啊，跑路？宗主，我们刚挣了这么多钱，为什么要跑啊？师尊，我们跑了，晚饭还有肉吃吗？吃什么肉？命都要没了！你们这是在老虎嘴边拔牙，现在不跑，等卷入什么仙门争斗，几条命都不够你们死。山门外10几道剑光从天而降，稳稳落在空地上，强大的剑压让空气都为之凝固。为首的正是奔雷剑宗首席弟子雷万钧。奔雷剑宗雷万钧前来拜山，灵秀宗主还请出来一叙。声音裹挟着灵力，传遍了整个灵秀山。宗主，奔雷剑宗是什么宗？听名字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是来找我们买剑的吗？城里还没来得及回答，他身旁的石太在听到奔雷剑宗4个字时，身体却猛地一颤。奔雷剑宗，石太，
你认识他们？何止认识，华成辉我都认得，当初就是他们的人，说我青梅竹马的玩伴有雷灵根，是万中无一的天才，强行将他从村里带走。我爹娘阻拦，被他们一掌打成重伤，不治身亡。师尊，我之所以拼了命也想修仙，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上奔雷剑宗，问个公道。我一定要把他带回来。程理和月瑶都愣住了，他们第一次知道这个憨厚的少年背后竟然背负着如此沉重的血海深仇。本想跑路，没想到撞上了弟子的灭门仇家，这下想不硬刚都不行了。程理深吸一口气，拍了拍石太的肩膀，眼神变得坚定。别慌，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走，我们去会合这位客人。程理带着月瑶和石太不紧不慢地走到了山门前。你就是灵秀宗主，一个毫无灵力的凡人。正是在下，不知雷万军先生大驾光临，有何贵干？有何贵干？我来是想向阁下讨教一番。听闻贵宗有一种神剑，能斩法器，硬抗剑气。我奔雷剑宗执掌东域剑道牛耳，特来见识一下，免得被一些江湖骗术污了修行界的眼。话音刚落，雷万军身后的一名弟子猛地拔剑，一道凌厉的剑气直奔程理面门而来。宗主小心！就在此时，石太手持一把门板宽的科学巨剑，挡在了程理面前，将巨剑猛地向下一拍，那道剑气竟然被石太硬生生用剑身拍碎在地上，激起漫天烟尘。什么？仅凭蛮力就拍碎了剑气？你就是那个在房室大放厥词的弟子？石太将巨剑扛在肩上，双眼死死盯着雷万军，一字一句地说道：奔雷剑宗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想动我师尊，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雷首席，既然你自诩剑道正统，那不如就用你最引以为傲的剑法来与我的弟子论个高下吧。听到程理的话，雷万军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论个高下，就凭他一个连灵气都不会用的蛮子，也配与我论剑？很好，我奔雷剑宗门也算是名门正派，弄一个凡人说出去也不好听。我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你们准备好，别让我觉得太无聊。希望你别后悔。程理转向石太，将来盾瓶塞到他手里，并现场给一把剑的剑身缠绕铜线，剑柄裹上紧布条。石太，这瓶子被上仙点化，可以无限吸电。对方的功法核心是雷，也就是电。电的特性是走捷径，它会优先攻击更容易导电的物体。这把剑的剑柄是绝缘的，剑身是导体。待会儿打起来，你不需要硬接，只需要把剑身亮出去，当靶子就行。明白了吗？是，师尊，弟子明白了。此乃引雷大道。道道个屁，这叫避雷针的便携式应用。算了，能赢就行。石太手持特制引雷剑，转向雷万军，战意盎然。准备好了，今日我便让你见识一下何为真正的天堑。雷万军身形一动，整个人化作一道紫色电光，他手中的长剑发出，直刺石太胸口。奔雷剑宗的弟子们脸上都露出了残忍的笑容。是首席的奔雷闪结束了。然而石太牢记师尊的教诲，面对着雷霆一击，他没应接，而是将手中的引雷剑往前一横。雷万军那石破天惊的一剑，威力瞬间被削减了90%。石太轻松的用剑声一拨，就将其荡开。什么？我的奔雷剑气被他的破剑给吸走了？这是什么妖法？雷万军不信邪，剑光如瀑，化作漫天雷影，从四面八方笼罩向石太。但无论他的剑招如何变换，石太都只用一招，横剑在前。所有的雷电剑气无一例外，全都被那把古怪的铁剑吸得干干净净，连石太的衣角都碰不到。场面看上去就像是雷万军在卖力地给石太的剑充电一样。不可能，我的剑法可是宗门绝学，为何对他完全无效？程理在后方看着，内心冷静分析。很好，静电屏蔽和尖端放电现象在这个世界同样适用。它的灵力攻击本质上还是一种能量传导，只要摸清规律，就没什么可怕的。久攻不下，雷万军终于失去了耐心，他猛地后撤，全身灵力爆发。我就不信你的破剑能无限吸收雷霆万钧。他高高跃起，双手持剑，一道比之前粗大数倍的雷霆剑光当头劈下，这一剑避无可避。程理见状，立刻对石太大喊：石太，就是现在，用来盾瓶。石太闻言，毫不犹豫地将一直藏在身后的来盾瓶迎向了那道巨大的雷光。我的最强一击被一个瓶子给吃了。石太咧嘴一笑，将已经变成雷电发射器的来盾瓶对准了雷万军。你的剑好像没电了，要不要尝尝你自己的味道？看着石太手中那个电光缭绕的来盾瓶，雷万军头皮发麻。那瓶子里是我全部的功力，必须躲开。他不敢大意，下意识地开始运转灵力，准备随时闪避。师尊，这个瓶子好像充满了，现在该怎么办？既然是雷首席送的大礼，理应还给他。石太，听我口令，将瓶口对准他，准备释放能量。是，师尊，弟子遵命。石太立刻将来盾瓶的瓶口像炮口一样对准了远处的雷万军。雷万军看到这个架势，不禁反笑：想用我的力量攻击我，愚蠢！我奔雷剑宗的身法快如闪电，
你以为你能打中我？师太，抛物线原理还记得吗？可别学了1天就还给我。石太闻言，当场计算起抛物线，一拍平身，一道凝练的紫色电光如同激光炮一般从瓶口爆射而出，射向雷万军左前方的空地。打偏了，蠢货！他身形一晃，化作一道残影，精准地向右侧闪出3丈远，准备欣赏那道电光打在空地上的笑话。然而就在他身形落定的瞬间，另一道更粗的电光从莱顿瓶中以截然不同的角度射出，后发而先至。他怎么会知道我要躲在这里？他想再次闪避，但已经来不及了。庞大的雷电之力瞬间倾泻而下，将他完全笼罩。滋啦一声巨响，雷万军被自己发出的雷电之力电得浑身抽搐，冒出阵阵黑烟，整个人如同焦炭一般。手系被自己的雷给劈了。程理在后方看着，内心平静。第一发是频射，用来逼你走位，只要你动，师太根据你的身法速度和方向计算出你的落点。雷万军颤颤巍巍地从地上爬起来，他浑身焦黑，衣衫褴褛，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半分高傲。妖法，你们用的全是妖法，我不信，我不信修了100年的剑道会输给这种旁门左道。雷首席，输了就是输了，我早就说过，万物皆有其理，你只是不理解其中的道理而已。哈哈，道理，好一个道理！我倒要看看，在真正的天威面前，你的道理还有没有用？雷万军眼中闪过一丝疯狂的决绝，他从怀中掏出一面刻满符文的阵旗，猛地插在地上。所有弟子听令，布阵。10名奔雷剑宗弟子立刻飞身而起，各自占据一个方位，将程理3人团团围住。宗主，他们好像要干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干嘛？输不起别玩啊！雷万军咬破指尖，将鲜血滴在阵旗之上。以我之血，引9天之怒；以我之魂，请神雷降世。我承认你的妖法很诡异，但是我奔雷剑宗的阵宗杀阵，奔雷引劫阵，引来的是真正的天雷。现在我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跪下，自废修为，承认你们是骗子，否则就和这座山一起，在天雷之下化为飞灰吧。看着天空中那如同末日降临般的景象，月瑶和石太都露出了紧张的神色。然而程理却抬起头，看着天空中的雷云，习惯性的推了推眼镜，嘴角反而勾起了一抹微笑。天雷有意思，刚好昨晚才备好了尖端放电解释原理的道具，这下连手摇发电机都生了。面对雷万军的最后通牒和天空中的末日景象，程理非但没有慌张，反而叹了口气。哎，本来不想拿出来的，这可是我为了下一堂课尖端放电现象及其应用准备的全新教具，现在看来只能提前给你这个插班生开个小灶了。说完，程理凭空挥手，拖出了一根巨大的10几丈长、顶端无比尖锐的铜杆。宗主，你什么时候还准备了这种东西？教书育人，提前备课是基本职业素养，不然上课讲到一半没教具，学生听不懂怎么办？教学事故谁负责？雷万军在天上看傻了眼，冲着程理狂吼：“你这是什么法术？这铜棍是从哪里掏出来的？你到底还会什么妖法？”师太同学，把这个教学演示针拿去，看到那块最高的山眼没有？插上去。对，就是那个看起来最欠劈的位置。是，师尊。石太扛着巨大的金属杆，几步就冲到了山巅，用尽全力将金属杆深深地插进了岩石之中。那根巨大的金属尖杆直指苍穹。想跑，谁允许你们跑了？给我死！雷万军操控大阵，数道雷光朝着程理石太打去，但诡异的一幕发生了，天雷没有劈向灵秀宗，而是精准无误地劈在了那根金属杆的顶端。庞大的雷电之力顺着金属杆被瞬间导入了大地深处，整个灵秀山都为之震颤，但山门前的众人却连一丝电光都没有感受到。不可能，天雷被那根破铜棍引走了，我的引劫大阵失效了。天空中的乌云在宣泄完最强一击后开始缓缓散去，阳光重新洒下，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雷万军和他身后的10名弟子全都呆立当场，如同石化。雷万军的道心在这一刻彻底崩碎，他双膝一软，跪倒在地，眼神空洞，失去了所有光彩。输了，全输了！我引以为傲的剑法输了，我宗门的阵宗杀阵也输了。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开始扪心自问：我苦修100年，遵循古法，坚守剑道，修炼一日未歇，难道都是错的吗？难道我们奔雷剑宗传承1000年的道真的一文不值？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和虚无感将他彻底吞噬。但就在他即将道心泯灭，沦为废人的瞬间，他猛地抬起头，眼中迸发出一种决绝的疯狂。不，我没有错，错的是这个世界。吾辈修士本就是逆天而行，何惧天威，何惧鬼神？今日我若退了，道心便再也无法圆满，宁死不退。
他仿佛在这一刻说服了自己，找到了全新的道。呵呵，我明白了，我全明白。天道不公，我便破了这天；规则不存，我便立我之规。雷万钧身上的气息不降反升，一股比之前更强大的灵力波动爆发开来。我命由我不由天，今日我道心破碎，方得见真我。悟了，道也我悟了。黎万钧的气势节节攀升，竟然在道心破碎的瞬间，临阵突破了一个小境界。宗主，他好像升级了，还笑得好难听。突破后的雷万钧化作一道前所未有的电光，人剑合一，直取城里。速度太快，无法闪避，唯一的破局点就是他自己。没有丝毫犹豫，程理甚至来不及多说一个字，身体已经先于思考动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到刚刚大显神威的特制影雷剑背后。由于刚刚吸收了巨量的天雷之力，这把科学神剑的剑身此刻正残留着庞大的静电荷，变得磁化。磁化不能吸引人体，可你身上的东西就不一定了。下一个瞬间，化作电光的雷万钧已经冲到面前，一头撞上了这铁剑。雷万钧整个人被自己的铁腰带吸附在了剑身上，不断勒紧，浑身电光乱窜，不停抽搐，口吐白沫，翻着白眼儿。全场死寂，看着这意料之中的一幕，程理这才松了口气，后退半步，扶着额头，转头看向一脸呆滞的石太和月瑶，开始了他的课后点评。你们看好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电流拥有磁效应，他刚刚突破，能量暴走，全身都带电。他腰上那条铁腰带在强磁场下，瞬间就变成了电磁铁，把他自己给捆死了。程理痛心疾首地摇了摇头。所以说，知识改变命运。但凡他上过一节我的电磁学入门，都不至于败得这么有创意。听到师尊的讲解，石太的眼中再次爆发出恍然大悟的光芒。弟子悟了，师尊，弟子又悟了。原来万物皆有其引力，不仅是石头会往下掉，连人都会被吸过去。师尊，这一定就是您常说的那个牛顿祖师的根本大道吧？万有引力是这么用的吗？算了，你悟了就行，我真教不懂。雷万钧在剧烈的抽搐中，终于耗尽了最后一丝灵力，两眼一翻，彻底晕了过去。就在师徒二人教学相长之时，剩下的奔雷剑宗弟子终于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快救首席，撤！几名弟子立刻冲上前，用剑鞘合力将已经晕死过去的雷万钧撬了下来，记起飞剑，化作10几道流光，逃离了灵秀山。宗主，他们要跑，让他们走呗，你还能留人不成？程理很清楚，以他们3人的实力，根本不可能留下这10几个训练有素的修士。看着他们远去的方向，表情变得凝重。下一次来的恐怕就不会这么好对付了。奔雷剑宗狼狈逃窜后的第3天，灵秀宗正殿内，空气里充满了快活的气息。月瑶正趴在一堆金元宝上，手里拿着算盘，一边打一边傻笑。石太则在一旁对着白板上复杂的电磁感应公式苦思冥想，参悟他的引力大道。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等那批货交了，我们就有2万多两黄金了。到时候把宗门翻新一遍，地板全用黄金铺。程理站在讲台上，听到月瑶的话，他叹了口气。月瑶同学，你这种思想很危险。我们是修仙宗门，不是暴发户，钱财乃身外之物，怎么能如此沉迷？可是宗主，我们的小目标不就是先挣他1个亿吗？挣钱是为了更好的弘扬我们科学的道，是为了把宗门建设成东域第1的学术中心，是为了更好的传播知识大道，而不是为了铺金地板。程理一边说着，一边不动声色地从月瑶怀里拿过一锭金元宝，在手里掂了掂。乖乖，这分量，这质感，以前在实验室哪见过这个？知识果然就是力量，不，知识就是黄金啊！就在程理内心感慨万千之时，山门外突然传来一个清冷而恭敬的声音：“晚辈万剑阁叶孤，听闻灵秀宗大道高深，特来拜山，求见程理宗主，论道今后。”听到这个陌生的名字，月瑶的一头雾水。万剑阁那是什么？也是来找麻烦的吗？石太却在听到万剑阁3个字时，脸色大变，猛地站了起来。师尊，万剑阁是东域公认的第1剑修宗门，他们的实力远在奔雷剑宗之上，是真正的剑道圣地。第1宗门，麻烦真是一波接一波。不过这次的措辞是论道，不是讨教，听起来好像有礼貌一些。别慌，开门迎客。程理3人来到山门前，只见一位身穿玄衣、背负古剑的青年正静静地站在那里，气质温润如玉，眼神清澈，没有雷万钧的傲慢与杀气。晚辈叶孤鸿见过程理宗主。3日前，灵秀宗与奔雷剑宗一战，晚辈有幸在远处观摩。程宗主以凡人之躯凭无上妙法，败雷万钧，退9天神雷。
此等通天彻地之能，令晚辈心折不已，故特来求教。叶孤鸿的态度让城里三人都有点措手不及。这人画风不对啊，不含打海沙，上来就一顿猛夸，这是什么套路啊？难道是先礼后兵？叶道友客气了，我灵秀宗不过是讲些道理而已，算不得什么妙。不，程宗主太谦虚了。能以寒术算尽敌人诡计，此乃算尽苍生之道；能以反铁克制雷法，此乃格物致知之道；能以天雷为己用，此乃天人合一之道。此等大道闻所未闻，晚辈不才，斗胆请教，这其中蕴含的是否是一种全新的剑道之理？面对叶孤鸿狂热的眼神和一连串的彩虹屁，城里陷入了沉默。坏了，这哥们儿比师太还能脑补，我就是个教物理的，哪懂什么剑道之理？师弟，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怎么感觉比你还能悟？不，师姐，你错了。这位道友才是真正看懂师尊大道精髓的人。得了吧，你们这些大道高手，能不能务实点搞钱过日子啊？程理清了清嗓子，决定先稳住对方。我灵秀宗所传，并非狭义的剑道，而是更根源的力之道。力之道，还请宗主赐教。没辙了，只能把压箱底的本事拿出来了。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牛顿三定律的力量。此地风大，不便论道。叶道友若真有心，便随我来。正殿之内，程理站在那块熟悉的白板前，手里拿着粉笔。叶孤鸿则像个最虔诚的学生，恭敬地站在一旁。月瑶和石太也跟了进来，想看看宗主这次又要讲什么新大道。叶道友，你既是剑修，那我便问你，剑之根本为何？回宗主，剑之根本在于快与坚，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无坚不摧，方为利器。肤浅、快与坚都只是力的表现形式。想要理解剑，必先理解力，而力有3重境界。程理在白板上写下了6个大字：力之初境，惯性。此乃第一境惯性之境，其法曰：万物皆有其轨迹，不受外力，其轨迹恒定不变，静者恒静，动者恒动。不受外力，轨迹不变，这不就是常理吗？石太，你来为叶道友演示一下。是，师尊。石太从地上搬起一块磨盘大的石头，猛地掷向大殿的角落。叶道友，请看此时落地，若无外力，它便会永远静止于此，此为静之惯性。接着，石太又拿起一块小石子，屈指一弹，石子在光滑的地面上笔直地滑行了很远，才缓缓停下。此时滑行若无地面阻碍，它便会永远向前，此为动之惯性。我之所以能预判雷万钧的轨迹，便是算出了他身为动者的惯性。叶孤鸿看着地上的2块石头，陷入了沉思。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抓住。原来如此，剑招已出其轨迹，便已注定。预判并非神通，而是对惯性的计算。很好，牛顿第一定律，他好像听懂了一半。看着陷入沉思的叶孤鸿，程理没有给他太多思考的时间，用粉笔在白板上写下了第2重境界：力之2境，作用力。叶道友，你只知出剑，可知你出剑之时，剑意在出你。剑在出我，这是何意？剑乃我手臂的延伸，与我意念相通，如何会反作用于我？错，此乃第2境，作用之境。其法曰：力非独行，必成双。施之于物，物必报之。其大小相等，方向相逆。程理的这番话如同天书，让叶孤鸿眉头紧锁。晚辈愚钝，还请宗主明示。得牛顿第3定律，光靠说是讲不明白了，得上实验。叶道友，拔出你的剑，对着那面墙，用最小的力就行了，我可不想被拆家。叶孤鸿虽有疑惑，但还是依言照做。他走到墙边，拔出背后的古剑。又要干嘛？对着墙壁画，难道是想拆家？墙壁被凿出一个大洞，看得程理冷汗直流。叶道友，你这几分力啊？回宗主，被打1%。他妈的，你这才是开挂的，这让我怎么教下去？程理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吐槽的冲动，指着墙上的大洞，开始了强行解释。看到了吗？这就是作用之剑的体现。你用剑刺墙，墙也在用同样的力刺你的剑，但你的身手早已千锤百炼，根基远比土石坚固，所以你的剑没事，墙破了。原来如此，我明白了。万剑阁的围坚不破，其本质原来是根基的胜利。明白啥啊？我只知道补墙得白花10来两银子。总算给扯回来了。这孩子悟性是真好，就是有点费强。程理擦掉白板，写下了最后1重境界的标题。叶道友，你已悟了惯性与作用，但那都只是力的表象。现在我便传你力之终极奥义。听到终极奥义4个字，叶孤鸿立刻从顿悟中惊醒，眼神变得比之前更加狂热。请宗主赐道。我问你，何为力量？力量便是力量，
是摧城拔寨之威，是开山裂石之能，还是不对。力量是可以被计算、被转化，甚至被储存的，而动量便是衡量力大小的唯一标准。其法曰：动量乃根基与速度之成集。程理在白板上写下了新的公式 ：P 等于 mv。P 为动量 ，m 为根基，v 为速度。看懂了吗？你万剑阁所追求的快与坚，在这里合二为一。叶孤鸿死死地盯着那个公式，身体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根基与速度之基，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怪不得我宗前辈有言，身法达到极致，草木亦可为剑。因为当速度足够快时，哪怕根基再轻，其动量亦可惊天动地。孺子可教。那么我再问你，若两个物体的动量相撞，会发生什么？两败俱伤？不，是守恒。动量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物体之间转移。强者之动量会转移给弱者，这便是动量守恒。为了让他更直观的理解，程理从怀里掏出了几枚铜钱，在桌上一字排开。这个简单的现象，在叶孤鸿眼中却不亚于一场天道演化。叶孤鸿的拜师请求让大殿内的空气瞬间凝固。师太一脸崇拜地看着师尊，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岳瑶则张大了嘴，手里的算盘都快拿不稳了。这人的来头听着比雷万钧大多了，宗主可别头脑发热，又惹来什么剑宗大阵来拆家。程理看着五体投地的叶孤鸿，头痛欲裂。收，我拿什么教你？我的物理知识储备就快见底了，再往下就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了。那玩意儿我自己都只懂个皮毛，怎么教你？难道跟你说你的剑速越快，时间就越慢？程理上前扶起叶孤鸿，表情变得前所未有的严肃。叶道友，你心意我领了，但拜师已逝，非同儿戏。我问你，你师承何处？回宗主，晚辈师从万剑阁阁主。既已拜师，当尊师重道。你今日若改投我门下，那你不是欺师灭祖，不忠不义。我灵秀宗虽是小派，但我也可没法替你背这么大个罪过。你还是请回吧。程理这番话义正言辞，直接堵死了叶孤鸿所有的退路。叶孤鸿脸色一白，他张了张嘴，却无力反驳。宗主教训的是孤鸿痴心妄想啊！他失魂落魄的转身，准备离开。看着他落寞的背影，程理心中一软。唉，妈的，是不是有点狠了？看这孩子受打击的样子，这么个好学生，悟性奇高，求知若渴，简直是物理学家的好苗子。这要是放跑了，我这职业病不同意啊！等等。叶孤鸿猛地回头，眼中重新燃起一丝希望。你虽不能拜入我门下，但我灵秀宗素来有教无类，大道共通。你若真有心向学，我便破例许你一个旁听生的身份。旁听生？不错，你仍属万剑阁弟子，无需行拜师之礼，只在此旁听我宗门讲学，与我门下弟子一同探讨力之道。如此，既不违你师门道义，也能解你心中困惑。你可愿意？叶孤鸿先是一愣，随即大喜过望，从未想过还有这种两全之法。愿意，弟子愿意。多谢程宗主，不多谢程理老师成全。就在叶孤鸿喊出“老师”二字的瞬间，程理脑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叮，教学成果显著，教师身份获得东域第一剑修天才认可，教学体系已初步建立，特此奖励新学科结构力学基础教学套件，微观结构图纸成一材料，应力分析仪成一。数日后，灵秀宗的训练场一经大变样，不仅多了许多被砸得粉碎的木桩，地上还画满了各种复杂的抛物线和力学分析图。师太与叶孤鸿正在进行一场特殊的切磋，岳瑶坐在远处，一边清点金子，一边吐槽：宗主他们俩天天在这叮叮当当的，花了多少银子了，也不嫌烦。别吵，好好看，他们在验证自己所学。叶孤鸿在尝试将动量守恒融入他的剑法，思考如何最高效地传递力量。师太则是在练习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寻找最省力的泄力点。场中叶孤鸿久攻不下，猛地后撤，收剑而立。叶孤鸿脸上非但没有沮丧，反而充满了喜悦。不可思议，师太师兄，你明明没有用多少力气，却能轻易接住我的木剑，这就是作用之境的妙用吗？嘿嘿，俺也只是按师尊教的，找到你剑上力道最弱的地方，轻轻一推就行了。你的剑法才厉害，俺感觉你每一剑刺出来，力量都在不断叠加，要不是提前算好了，俺都挡不住。两位学霸开始热烈地讨论起学术问题，完全忘记了这是一场比试。不错，知道理论联系实际了。这学费，哦不，这学士费没白收。就在此时，岳瑶突然站了起来，指着身下的方向：宗主，快看，好大的马车队！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山道上一个由10几辆豪华马车组成的车队，正浩浩荡荡地朝着灵秀宗驶来。为首的正是青云门的修士陈凡。灵秀宗的仙长，青云门陈凡奉门主之命前来迎取神剑。
看着那一眼望不到头的车队和车上堆积如山的金银绸缎，月瑶幸福的快要晕过去。发了，这次真的发了。程理却在看到车队的一瞬间皱起了眉头。阵仗搞这么大，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灵秀宗发了笔横财吗？这下想低调都难了。陈凡来到山门前，恭敬地递上一封烫金的请柬。程理老师，这是我们门主的一点心意。另外，门主还托我给您带一句话。他说：“灵秀宗神剑之威已传遍东域，3月之后，万剑阁将召开世剑大会，届时天下剑修云集，万剑阁恐怕不会坐视一柄，能轻易斩断法器的反帖流落在外。”陈凡的话给了所有人当头一棒。月瑶和石太还没从收到礼物的喜悦中反应过来，脸上瞬间写满了凝重。万剑阁世剑大会，我怎么有种刚出虎口又入狼窝的感觉？万剑阁是东域第一宗门，连他们都注意到了师尊的大道，太好了。但他们会是敌人吗？唯有叶孤鸿在听到万剑阁和世剑大会时，脸色变得异常复杂。他上前一步，想说些什么，却又欲言而止。程理接过请柬，看都没看，只是平静地看着陈凡。替我多谢贵门主的好意和提醒，灵秀宗知晓了。话已带到，在下便不叨扰各位仙长了。门主说，若有任何需要，青云门愿助一臂之力。陈凡留下礼物和马车后，便带人告辞离去。山门前只剩下灵秀宗众人以及那10几车鹤礼。月瑶看着金银，没了之前的兴奋，担忧地问道：“宗主，这万剑阁听着好吓人，他们不会是看我们发了财，想来抢劫吧？”没出息，我们是凭本事挣的钱，谁敢抢？本雷剑宗不就来抢过吗？程理没有理会月瑶，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一直沉默不语的叶孤鸿。叶孤鸿同学，你不要有太大压力，这事并非因你而起。叶孤鸿身体一震，他深吸一口气，走上前来，对着程理深深一揖：“程老师，此事与我并非没有关系。我没想到，我将荔枝道上报师门，会给灵秀宗引来如此大的麻烦。我师尊是一位纯粹的剑修，毕生捍卫万剑阁的剑道信仰。灵秀宗神剑的出现，以及荔枝3境的理论，对他而言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他绝不会允许另一种道挑战万剑阁的权威。所以这场世剑大会名为世剑，实为论道，或者说是道统之争，对吗？”是，届时整个东域的宗门都会见证，万剑阁会用他们最擅长的方式铸剑与论剑来证明谁的道才是正统。听到这里，程理非但没有紧张，反而习惯性的推了推不存在的眼镜，嘴角勾起一抹微笑。有意思，公开课开到全区联考的程度了吗？还是命题作文，考材料学和应用力学？这挑战我接了，都别杵着了，把东西搬进去，准备开会。我们灵秀宗的第一次备考动员大会。灵秀宗正殿内气氛严肃，月瑶、石太、叶孤鸿3人正襟危坐，神情凝重。程理站在白板前，表情前所未有的专注。好了，都打起精神来。今天我们召开灵秀宗第一次战前法会，万剑阁的世剑大会名为世剑，实为道争。他们是要在全天下人面前证明他们的道是唯一正确的，而我们既然应战，就要用他们最引以为傲的方式彻底击败他们，让他们明白时代变了。程理在白板上写下铸剑和论剑2个词，他的目光首先落在了月瑶身上。第一场铸剑，月瑶，这场由你主理。从今日起，你进入为期3个月的炼器闭关，你的任务是要彻底掌握材料与结构的本质，最终造出一把蜂巢核心的剑。图纸我之后发给你。明白了，为了宗门的钱袋子，不，为了宗门的道统，弟子一定完成任务。程理点点头，又将目光转向石太。第2场论剑，石太，这场由你出战。是，师尊，弟子绝不给您丢脸。程理安排完任务，却唯独没有提及叶孤鸿，他只是平静地看着他。叶孤鸿同学，程师，你的旁听课程到今天就结束了。此话一出，石太和月瑶都愣住了。师尊，为什么？叶师弟他是万剑阁的首席大弟子，如今2宗即将论道，他留在这里，于情于理都不合适。叶孤鸿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他张了张嘴，最终还是化为一声苦笑。是孤鸿给您添麻烦了。这几日在灵秀宗听讲，孤鸿茅塞顿开，此等传道之恩永世不忘。只是师门养育之恩亦不可负。此次世剑大会，孤鸿不得不归。他从怀中取出一本手册，恭敬地递给程理。这是我凭记忆默写下的万剑阁基础剑法和几位长老的剑招特点，希望能为灵秀宗提供一些参考。这孩子真是个实诚人，这哪是参考，这简直就是把半本标准答案都给我了。有心了，记住，大道之争无关对错，也无关私人恩怨，你我皆是求道者。回去吧，我期待着在世剑大会上看到你将荔枝3境融入万剑阁剑法后会是何等光景。叶孤鸿眼眶一红，他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最后一次对程理行了大礼，然后转身化作一道剑光，决然离去。宗主就这么让他走了？他可是万剑阁的首席，现在回去不是把我们教的东西都送给对手了吗？哼，送不
我这是在为科学发展埋下种子。叶孤鸿走后，灵秀宗的闭关修行正式拉开帷幕。宗门后山，月瑶顶着2个巨大的黑眼圈，将一把刚出炉却像弹簧一样弯曲的剑扔在地上，崩溃大喊：老师，我不干了！这已经是第36次失败了，不是塌了就是弯了，这蜂巢结构根本就造不出来。在他脚边已经堆满了各种奇形怪状的失败品。程理坐在一旁，正在翻看叶孤鸿留下的剑法手册，头也不抬。才36次而已。想当年，另一位先贤爱迪生为了寻找能发光的灯丝，试验了1600多种材料，你这才拿到哪？1600多种！我的天，他家是有矿吗？重点不是他试了多少次，而是他每一次失败都排出了一个错误答案。月瑶同学，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总是失败？因为你给的图纸有问题。图纸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只是在机械的模仿，却没有去理解其背后的道理。我让你记录实验数据，你记了吗？记啦。程理翻开一看，只见上面密密麻麻的记录着各种数据，但每一页的最后都用血红的大字写着结论，又亏了2两银子。算了，至少知道记录数据了。你看这里，当你用碳气铁3的配比，在1500度的炉温下得到的剑虽然坚固，但非常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火烧得太旺了。我懂了，师姐，师尊是说你过刚易折，你的道太锋芒毕露，所以才总是失败。你懂个锤子，一边打坐去。这说明材料在高温下，其内部的微观结构发生了不可逆的改变。你只想着坚硬，却忽略了韧性。一把好剑应该刚柔并济。程理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月瑶混乱的思绪。他呆呆地看着那堆失败品，陷入了沉思。刚柔并济，硬度，韧性。他仿佛抓住了什么，猛地冲回炉火前。这一次，他不再急于求成，开始不断调整材料的配比和冷却的节奏。又经历了数十次失败。某一天，当月瑶用上了程理提过的分段式控温冷却法，伴随着冷却脱模，一把布满细密蜂巢状花纹的奇特长剑成功锻造。老师，我好像成功了。数日后，炼器房内传出一声惊呼：月瑶的蜂巢剑大功告成！在测试中，轻易崩断了青云门送来的玄铁重剑，且威力远超预期。程理对此结果十分满意，他将量产任务全权交给了月瑶，自己则带着石泰来到了后山训练场。程理将叶孤鸿留下的剑法手册递给石泰，这本手册你先通读一遍，理解万剑阁剑法的发力方式和特点。师尊，叶师弟已经走了，没人能把这些剑招使出来，俺该怎么练啊？谁说没人？你的对手是这天地万物，你的力之3境只是学会了如何理解力，而接下来我要教你如何利用力，去聆听万物之声。程理捡起一根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标准的正弦波曲线。师太，你看这世间万物，无论是一块石头、一柄飞剑，甚至是你自己，其内部的结构都在以一种独特的规律不停震动，而这种规律就叫固有频率。固有频率，没错。万剑阁的剑之所以坚固，是因为它内部的结构稳定，固有频率极高，寻常的力量无法撼动它。但如果我们能找到它那个独一无二的频率，然后用同样的频率去攻击它，会发生什么？它也会跟着一起震动。回答正确，这就叫共振。一旦引发共振，再坚固的东西，其内部结构也会从最薄弱的地方开始崩溃。到那时，别说是用剑，就算是用一根手指，你也能将玄铁弹碎。听到一指弹碎玄铁，石泰的眼睛瞬间瞪得滚圆，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师尊，这难道是传说中无视一切防御的破灭大道吗？弟子愿学，请师尊传我大道。不，这只是高中物理声学部分的重点章节而已。想学共振，你的第一课就是学会控制变量。程理指向不远处的一排大小、材质各不相同的石墩。从今天起，你的任务就是用你这双拳头去攻击它们，不许用蛮力，只能用最小的力气，通过不断改变你出拳的频率和节奏，去找到每一个石墩的共振点，直到你能一拳把它震成粉末为止。什么时候你能闭着眼睛一拳就震碎这里所有的石头，你的论剑之道才算入门。3个月闭关期满，灵秀宗已经声名在外，朗朗读书声在宗门日益见长。这一日，青云门的修士陈凡再次率领车队来到灵秀宗，交付最后一批货款，并准备护送灵秀宗一行前往万剑阁参加世剑大会。程理老师，3月不见，贵宗气象万千，可喜可贺。陈凡看着眼前的3人，心中有些惊讶。他发现，不过短短3月，程理、石泰、月瑶3人身上竟都少了几分山野之气，多了一些难以言喻的书生气质，变得沉静而儒雅。奇怪，闭关修行不该是锋芒毕露、气势更盛吗？怎么他们反倒像是读了3个月的书？世剑大会在即，不知贵宗准备的如何？有劳挂心，一切顺利。陈凡松了口气，但当他的目光落到程理身后的2位弟子身上时，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只见月瑶背着一个长条形的用布包裹的奇特剑匣，那剑匣看起来轻飘飘的，毫无分量。而即将参加乱剑的石泰更是2手空空，身上除了那身标志性的短打劲装，连一把木剑都没带。程老师，这位月瑶仙子参加铸剑环节，难道就用这把剑？当然，这可是我3个月的心血。这剑够格吗？万剑阁此次拿出的可是他们的镇派之宝，擎天破浪，重达数千钧，
吹毛断发，削铁如泥，光拍也能拍死几个。他又看向石太，脸上的担忧更重了。石太仙长，您的兵器呢？此次论剑，万剑阁的对手可是首席大弟子叶孤鸿，他已闭关3月，据说剑法又有精进，您不可不防啊。多谢关心，师尊说了，我的兵器已经带在身上了。陈凡顺着他的目光看到了他那双砂锅大的拳头，彻底傻眼了。用拳头去对付万剑阁的首席剑客，这不是去送死吗？完了完了，我们门主把宝全压在灵秀宗身上，他们不会是闭关3个月把自己给练傻了吧？看着陈凡那一脸你们是不是在开玩笑的惊恐表情，程理只是微微一笑。陈管事，无需多虑，我灵秀宗的道讲究的是以理服人。走吧，别让东域的各位同道等急了。程理带着2个装备清奇的弟子，在陈凡和青云门众人看勇士一般的复杂目光中，登上了前往万剑阁的马车。数日后，万剑阁山门，与这些仙气缭绕、宝光四射的宗门相比，从青云门马车上下来的灵秀宗3人显得格格不入。他们的出现立刻引起了周围修士的窃窃私语。快看，那就是灵秀宗的人，我还以为3头6臂呢。就这，一个凡人当宗主，带着2个毛头小子，也敢来参加世剑大会，真是笑话。不过听说他们的剑很邪门，连奔雷剑宗的首席都栽了跟头。切，以讹传讹吧。我看就是奔雷剑宗自己学艺不精找的借口。正说着，一个充满敌意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只见一群身穿黑袍的奔雷剑宗弟子走了过来，为首的正是之前被石太打败的雷万钧，他身边还跟着一个气息更强的中年修士。长老，就是那个凡人和那个蛮子，辱没我奔雷剑宗声名。哦，就是你们用旁门左道之术赢了我宗首席。陈管事，万剑阁的迎客处在哪儿？我们该去登记了。程理这种完全无视的态度，让雷动瞬间怒火中烧。庶子，我在与你说话，你敢无视我？一股强大的灵压朝着程理3人压了过去。然而石太只是默默地向前踏了一步，挡在了程理身前。那股足以让普通修士跪地的灵压撞在他身上，如同清风拂面，没有引起丝毫波澜。好强大肉身！凡夫俗子，这里是论道的地方，一点灵力都没有，你们也配踏入万剑阁？就在气氛剑拔弩张之时，一声清朗的剑鸣响起。叶孤鸿身着万剑阁首席弟子的服饰，从山门内缓缓走出。他没有看任何人，目光第一时间就落在了程理身上。学生叶孤鸿，恭迎程理老师大驾。所有修士都像被伸了定身术一样，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万剑阁的首席大弟子竟称呼那个凡人为老师。叶孤鸿石破天惊的一声老师，让整个山门广场陷入寂静。奔雷宗长老雷动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周围其他宗门的修士则是一脸匪夷所思，交头接耳。我没听错吧？叶孤鸿管那个凡人叫老师？这灵秀宗到底是什么来头，能让万剑阁的首席都如此恭敬？老师，这灵秀宗竟和万剑阁有这等关系，果然深不可测。门主这次真的押对宝了。程理对周围目光视若无睹，只是微笑着对叶孤鸿点了点头。叶同学，不必多礼，我们是来参加世剑大会的，还是按规矩来吧。是，老师，请随我来。在叶孤鸿的亲自引领下，灵秀宗一行人穿过议论纷纷的人群，来到了最前排的观礼席位。雷长老，程理老师是我万剑阁尊贵的客人，在万剑阁的地界，还请奔雷剑宗的各位谨言慎行。你们的上房就先让给灵秀宗入座吧，稍后自有门人领你们到别处歇脚。片刻后，钟声响起，世剑大会正式开始。一位眼神锐利如剑的老者出现在了高台之上。诸位道友，10年一度的世剑大会今日开幕。今次大会与以往不同，除论剑之外，特增设铸剑一环，旨在明晰剑道之本，探寻器物之理。李淳风的目光若有若无地扫过程理的方向。下面有请各宗代表登台展示为此次大会所铸之剑。话音刚落，一个来自烈火宗的长老率先登台，他打开剑匣，一柄赤红色的长剑跃然而出，剑身散发着灼热的气息。此乃我宗采地心火瞳，历时99811天锻造而成的赤焰剑，削铁如泥，自带炎火之力。紧接着，天水门的女修也呈上了一柄通体碧蓝如秋水般的软剑。此乃我们以北海玄金所铸的碧波剑，剑身柔韧，可弯转如意，剑招变幻莫测。随后，聚炎宗、百草谷等宗门也纷纷上台，展示了他们各自的得意之作。有重若千钧的巨剑，
也有轻如鸿毛的短刃，每一把都宝光四射，引得台下阵阵惊叹。不愧是世剑大会，今日真是大开眼界。是啊，放在拍卖行都不知要多少灵石。在所有宗门展示完毕后，李淳风才缓缓开口：“诸位道友之剑，皆为精品。下面有请我万剑阁炼气长老呈上我阁为此次大会所铸之剑。”一名身材高大的万剑阁长老手捧一个巨大的玄铁剑匣，沉稳地走上高台。他打开剑匣，一柄通体漆黑、厚重无比的玄铁重剑出现在众人眼前。剑身未出鞘，一股沉凝如山，仿佛能压塌一切的恐怖气息便已扑面而来。是万剑阁的镇派之宝擎天，据说此剑乃采万载玄铁，由地火熔炼，千锤百炼而成，无坚不摧。哈，万剑阁倒是下了血本，连擎天都拿出来了。万剑阁长老手持擎天环视全场，脸上充满了自信与骄傲。李淳风点点头，目光最后落在了灵秀宗的席位上。最后有请灵秀宗月瑶仙子登台亮剑。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月瑶深吸一口气，走上了高台。他没有剑匣，只是解下了背上那个看起来轻飘飘的、毫不起眼的布包。当他揭开布包，一柄造型奇特的、剑身布满细密蜂巢状镂空花纹的长剑出现在众人眼前。看到这把剑的瞬间，全场先是一静，随即爆发出哄堂大笑。这是什么剑？剑身镂空，这简直是炼气的大忌！别说跟擎天比了，就是刚才烈火宗的赤焰剑，也能一碰就把它砸成碎片。哈哈哈哈！我还以为是什么神兵利器，原来是个样子货。灵秀宗，你们是来搞笑的吗？高台之上，万剑阁的炼气长老看着月瑶的剑，也是一脸轻蔑。小姑娘，你这把剑是用来当窗花剪纸的吗？老夫的擎天怕你接不住一击，能不能接住，试试便知。既然双方已准备就绪，那便开始吧。验剑第一式，对斩。李淳风一声令下，高台之上，万剑阁长老脸上带着轻蔑的微笑，他双手举起那柄漆黑的擎天重剑。小姑娘，老夫只用3分力，免得把你这把漂亮的窗花给砸得太碎，让你下不来台。老师说了，对待这种看不起人的老古董，不用客气。月瑶双手持剑，将那柄看起来轻飘飘的蜂巢剑横在身前。万剑阁长老暴喝一声，手中擎天猛地劈下。李淳风一声令下，高台之上，万剑阁长老脸上带着轻蔑的微笑，他双手举起那柄擎天重剑。小姑娘，老夫只用3分力，免得把你这把漂亮的窗花给砸得太碎，让你下不来台。月瑶看着对方的恐怖的气势，咽了口口水，但他没有应战，举起了手。等等，我反对！全场哗然。我就说吧，临阵退缩了。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现在知道怕了，晚了。高台上的李淳风也皱起了眉头。小姑娘，你有何异议？他境界比我高太多了，这不公平，我要求换人。此话一出，台下的嘲笑声更大了。哈哈，真是闻所未闻。世剑大会比的是剑，不是人。你不敢比就直说。谁说我不敢比？比剑可以，但为了公平，必须有2个境界相当的弟子来持剑对斩。而且，月瑶环视了一圈台上之前所有宗门展示的宝剑，而且一把一把的试太慢了，浪费大家时间。不如你们所有人的剑一起上吧，我这把剑一并接了。全场死寂，所有人都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月瑶。如果说刚才的要求是怯战，那现在的要求就是彻头彻尾的狂妄。好一个狂妄的女娃，老夫倒要看看你这把破铜烂铁如何一并接下。用一把剑同时对战10几把各宗门的精英之作，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自寻死路。李淳风深深地看了程礼义，发现对方依旧云淡风轻，仿佛台上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好，就依你各宗门各选1名炼气期弟子上台持本门之剑。很快，10几个宗门的年轻弟子手持着自家的宝剑，与1名同样手持擎天重剑的万剑阁弟子将月瑶团团围住。老夫倒要看看你这把窗花能撑得住几下。不用那么麻烦了，你们一起对着我的剑砍下来就行。所有持剑弟子都火冒三丈，同时运起全身灵力，将手中的10几把宝剑从4面8方猛地劈向了那把看起来不堪一击的蜂巢剑。完了，这小姑娘要被震成重伤了。太狂妄了，这就是下场啊！死定了！惊
铁交鸣之声响彻云霄。下一秒，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那10几把宝剑在接触到蜂巢剑剑刃的瞬间同时停滞，紧接着蛛网般的裂缝瞬间爬满了每一把剑的剑身。我的赤焰剑碎了。不可能，碧波剑是以柔克刚，怎么也会碎？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一瞬间全碎了，10几把宝剑在同一时刻全部碎裂成了金属碎片，散落一地。而铁砧之上那把蜂巢剑依旧静静地立在那里，剑身在阳光下光滑如镜，没有一丝一毫的损伤。高台之上，那10几个持剑的弟子都保持着运用灵力的姿势，盯着突然碎掉的剑，如同10几尊雕像，集体风化。月瑶歪着头，一脸天真地看着台下目瞪口呆的众人，无辜地问：咦，你们的剑质量好像不太好呀？月瑶收回自己的蜂巢剑，轻轻吹了吹上面并不存在的灰尘，怎么一碰就都碎了？这句话如同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众人的神经。万剑阁长老第一个失声尖叫，冲向高台。青天乃玄铁所铸，怎么可能碎掉？你用了什么妖法？他冲到铁砧前，捡起一块擎天的碎片，翻来覆去的看，却看不出任何端倪。来人，给我把这用妖法毁大家宗门宝剑的魔女拿下！各门派子弟通通飞上台面，准备出手。全场乱作一团，所有人都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就在此时，一个平静的声音从灵秀宗的席位上传来：诸位稍安勿躁，这不是妖法，这只是科学。他走到台上，拿起月瑶手中的蜂巢剑，展示给众人。你们的剑追求的是材料的坚固，刃面的锋利，是单纯的堆砌，所以当力量超过它的承受极限时，它就会从最脆弱的地方断裂。而我灵秀宗的科学追求的是结构的合理，我们剑的构造能将任何一点受到的冲击力瞬间均匀地分散到整个剑身。10几把剑的力量虽然巨大，但分摊到数万个微小结构上，每一个点承受的力都微乎其微，所以碎的只能是你们的剑。程理顿了顿，环视全场，最后目光落在剑圣李淳风的身上。李阁主，现在你明白了吗？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野蛮的堆砌，而是智慧的构造。铸剑亦是如此。程理的话音落下，整个试剑台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结构、分散、微乎其微这些闻所未闻的词汇给镇住了。他们虽然听不懂，但看着地上的碎片，又觉得对方说的好像很有道理。一派胡言，什么结构，什么科学，我看就是妖言惑众。李阁主，此子回我各派神兵，理当严惩。没错，此等魔道妖人，留他不得。台下各宗门激愤，眼看就要大打出手，而一直站立在高台沉默不语的剑圣李淳风缓缓抬起手，一股无形的仿佛能斩断一切的锋锐剑意瞬间笼罩全场，所有叫嚣的声音戛然而止。李淳风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结构的力量若真胜于各门派，吾等就让灵秀宗赢，有何不可？他走向试剑台，来到铁砧前，捡起一块擎天的碎片，又拿起月瑶的蜂巢剑仔细端详。以凡铁之躯成万钧之力，而毫发无伤，此等技艺已非术之范畴，而是近乎于道。此话一出，全场哗然，连万剑阁阁主都承认了这把剑的厉害。李淳风将擎天碎片扔在地上，看向万剑阁的炼气长老：王长老真不罢。阁主，这输在技不如人，没什么可说的，我万剑阁输得起。试剑大会比的是剑，论的是道。灵秀宗之剑技压群雄，此乃事实。铸剑一环，灵秀宗胜。李淳风的裁决让所有想找麻烦的宗门都闭上了嘴。李阁主深明大义，程理佩服。程宗主不必过谦，你的科学之道确实让老夫大开眼界。不过剑终究是掌握在人的手中，器物之间终有极限，而剑道之途却无止境。李淳风的目光转向了台下的叶孤鸿和石泰。铸剑结束，现在开启本次大会的下一个环节——论剑。李淳风目光如电，扫过在场的所有年轻一辈弟子。凡东域各宗亲传弟子，皆可登台打擂，胜者可入我万剑阁剑池，任选一柄灵剑。什么？能入万剑阁剑池？太好啦！我苦练多年的追风剑法，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话音刚落，一个手持双剑、身法灵动的青年修士便第一个跃上了试剑台。在下流云宗风无影，愿为此次论剑抛砖引玉，不知哪位道友敢上台赐教？他话音未落，另一道身影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台上，是叶孤鸿。全场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没想到万剑阁的首席大弟子竟然会第一个登场。原来是叶师兄，久仰大名。既然如此，便请师兄指教了。请。风无影不敢大意，他暴喝一声，身形化作一道残影，双剑如同两道流光，从两个刁钻的角度同时刺向叶孤鸿。是流云宗的绝学幻影双绝，好快的剑。然而叶孤鸿甚至没有拔剑，他只是伸出2根手指后发而下。
先至，精准无比地夹住了风无影两柄长剑的剑尖，再也无法寸进分毫。你怎么可能跟得上我的速度？你的剑太慢了，你只追求速度 V， 却忽略了出剑时的根基 M 不稳，导致你的动量 P 看似迅捷，实则虚浮无力。而且你的发力轨迹太过简单，只是单纯的直线，我甚至不需要用函数就能轻易算出你的落点。叶孤鸿手指微微一错，只听两声脆响，风无影手中的双剑竟被他用2根手指硬生生折断。风无影呆立当场，如同石化。台下再次陷入一片寂静，所有人都被叶孤鸿口中那些闻所未闻的词汇以及他那匪夷所思的实力给镇住了。这不可能！叶孤鸿闭关3月，为何变得如此诡异？动量、函数，这都是那灵秀宗的妖法。动量跟速度，原来如此，这就是力之道吗？孤鸿的剑已经走上了另一条路。叶孤鸿击败风无影后，又接连上台了数位各宗的天才弟子，但无一例外，全都被他用匪夷所思的方式3招之内轻松击败。渐渐的，再也无人敢上台挑战，无人本届论剑，胜利者是。等一等，叶孤鸿站在偌大的试剑台中央，环视全场，最终他的目光落在了灵秀宗的席位上，直视着那个赤手空拳的憨厚少年。石太师兄，你还在等什么？叶孤鸿的腰战让本已沉寂的试剑台气氛再次被点燃，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灵秀宗的席位上，那个赤手空拳的憨厚少年。去吧，检验你3个月修行成果的时候到了。是，师尊。石太走上高台，与叶孤鸿遥遥相对。石太师兄，这3个月，我将成师所授的力之3境融入剑法，自觉已今非昔比。今日请赐教。叶师弟，俺也一样。师尊教了俺新的大道，俺也想试试。话音刚落，叶孤鸿动了，他一剑刺出，速度并不快，但剑身上却带着一股奇特的螺旋劲力。剑尖所指，并非石太本人，而是他身前3寸的空处。这是什么剑法？怎么操控出此？不对，叶孤鸿的剑在利用空气的作用力产生偏折，落点是石太的左肩。然而石太却只是简单的向前踏出一步，一拳挥出，同样没有打向叶孤鸿的剑，而是打在了剑身侧前方的空气中。石太的拳风，叶孤鸿剑上的螺旋劲力在空中碰撞，两股无形的力量相互抵消。预判了我的预判，他不仅算出了我的剑招落点，还算出了我利用作用力制造的轨迹变化。一击不中，叶孤鸿剑势再变，剑势绵延不绝，每一剑都蕴含着对动量和惯性的精妙计算。但石太却如同磐石，赤手空拳，见招拆招。他的拳法大开大合，看似笨拙，却总能后发先至，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破坏掉叶孤鸿的攻击节奏。不错，叶孤鸿学会了用力，但石太已经开始在理解波了。数十招过后，两人猛地分开。石太师兄，你的拳法为何总能打断我的力道传递？我感觉我的每一分力都被你提前瓦解了。俺也不知道，俺只是按照师尊教的去听你剑上的声音。你的剑每次嗡嗡响，俺就对着它也嗡嗡一下，然后你的力气就没了。听到嗡嗡2个字，叶孤鸿如遭雷击，他想起了城里讲过的最后一课，是共振。你竟然已经掌握了共振。他话音未落，石太已经再次冲了上来。师尊说，真正的道理要用拳头来证明。这一次，石太的拳头上覆盖上了一层肉眼可见的高频震动的气流，他没有去攻击叶孤鸿本人，而是对准了他手中的长剑。叶孤鸿只感觉一股无法抗拒的越来越强的震动之力从剑身传来，他的整条手臂都开始发麻，剑身也开始碎裂。不好，剑要碎了。他想撒手弃剑，但已经晚了。那柄伴随叶孤鸿多年的灵剑在他的手中碎裂，石太收拳而立。叶孤鸿呆呆地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双手。败了，只过一招就败了吗？台下一片死寂。如果说岳瑶的胜利是器物之力，那石太赤手空拳的胜利则是对他们心中剑道的彻底颠覆。许久，叶孤鸿长叹一口气，脸上非但没有颓丧，反而露出了一丝解脱和释然的微笑。师尊，弟子拜于灵秀宗科学大道之下，此道于力之理解远在万剑阁传承之上，弟子恳请师尊允我前往灵秀宗继续旁听求学。此话一出，全场哗然。东域第一天才竟要主动去一个凡人宗门当旁听生。李淳风看着自己的爱徒，又看了看席位上云淡风轻的城里，沉默了许久，最终仰天大笑，哈哈哈！好一个科学大道，好一个力之3境。他缓缓站起，目光扫过全场。老夫今日一剑心到，茅塞顿开。我宣布，本届试剑大会铸剑、论剑2环皆由灵秀宗夺魁。自今日起，我万剑阁将与灵秀宗互通有无，共探大道。东域各宗当以礼相待，不得有误。剑圣的最终裁决一锤定音。奔雷宗长老雷斗面如死灰，知道大势已去。其他宗门的修士则用一种混杂着敬畏、好奇和恐惧的复杂眼神看着城里一行人。城里缓缓站起，走到台前，对着全场修士微微拱手。多谢李阁主，多谢各位道友。今日论道并非为了分出高下，而是为了证明一件事。他的目光扫过全场，声音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玄学的尽头是科学。我灵秀宗随时欢迎天下所有有志于探寻世界真理的
同学前来交流学习。程理说完，带着石太和月瑶在万众瞩目之下转身离去。他们的身后是一个被彻底颠覆的旧时代和一扇刚刚开启的新世界的大门。哦，总算糊弄过去了。物理学的存货用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可以好好休息一阵，搞搞宗门建设，过几天安顺日子了。事件大会结束，灵秀宗一战封神。当程理一行人乘坐着马车回到山门时，整个灵秀宗都沸腾了。月瑶幸福地扑在一箱箱金元宝上，用算盘清点着战利品，嘴里发出嘿嘿嘿的傻笑。石太则被一群闻讯赶来的想要求学问道的散修围在中间，憨厚地给他们讲解函数的妙用。宗主，我们彻底发了，除了奖品给的零食，10几个宗门送来的赔礼，我算过了，这些钱能买下一座城。不错，总算有点宗门的样子了。虽然来的学生好像都是些学渣。就在程理享受着这片刻的安宁与收获的喜悦时，他脑中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最强名师系统 2.0 版本更新完毕，教学模块全面升级。版本更新1. 基础学科全线已解锁，除物理学外，现已解锁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多个基础学科的初级教学权限。2. 教学工具已升级，奖励多功能一体化教学台成1，集成高精度投影、数据分析、物质成分检测等多种功能。3. 教学激励已开启，后续可通过完成更高难度的教学成就，解锁各学科更深层次的应用科技。话音刚落，大殿中央那块朴素的白板光芒一闪，变成了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半透明的巨大触控屏幕。师尊，黑板他也悟了，这不是智能交互一体机吗？还带光谱分析和数据建模功能，这下牛逼了。程理走到全新的教学台前，手指轻轻一点，叶孤鸿留下的剑法秘籍被瞬间扫描，并在屏幕上分解成无数个3维动态小人，每一个动作的力、传导路径都清晰可见。有了这个，我对这个世界武学的解析能再上一个台阶。奔雷剑宗、万剑阁，你们的道在我眼里将再无秘密。他关掉力学分析，又点开了新解锁的学科列表。程理看着生物学和病理学的图标，陷入沉思。不过这些东西在这个人人都能飞天遁地、灵气充沛的世界里又有什么用呢？难道真的要去研究妖兽的基因序列吗？就在此时，负责打理草药的月瑶端着一盘奇怪的植物走了过来。老师，您快看，这是奔雷剑宗送来的贺礼，说是几株罕见的安魂草，可我怎么看都觉得它长得有点不对劲儿啊！只见它们的叶片上布满了如同铁锈一般的诡异的暗红色斑点。程理看着那些斑点，眉头紧紧皱起，他伸出手想去触摸，却又停在了半空中。程理看着那盘叶片上布满诡异斑点的安魂草，眉头紧锁。这种斑点不像是天然形成的，也不像是任何已知的植物病害，更像是一种侵蚀。老师，这草不会有毒吧？奔雷剑宗那帮人肯定没安好心。没错，师尊，他们肯定是在草里下了毒，想害我们。不，应该不是毒。程理伸出手想去触摸叶片，但又停在了半空中。他想起了系统刚刚奖励的那台多功能一体化教学台，或许可以用那个东西试试。程理示意月瑶将那盘安魂草放在了全新的教学台下方。你们两个都过来看，今天我给你们上一堂真正的格物致知课。程理在半透明的屏幕上操作了几下，启动了物质成分检测功能，一道柔和的光束从教学台下方射出，笼罩住那株安魂草。屏幕上开始飞速闪过各种复杂的图谱和数据。老师，这黑板怎么还会发光啊？师姐，你这就不懂了。师尊的法宝当然是无所不能的，他肯定是在推演这株草的前世今生。这只是基础的光谱分析而已。程理的目光被屏幕上的一行异常数据吸引了。检测到未知有机大分子活动迹象，无法解析其构成。警告：该目标具备极强的能量吞噬特性。未知有机大分子还会吞噬能量？难道是？他立刻切换功能，启动了刚刚解锁的生物学模块中的高倍率灵能显微镜功能。你们看好了，接下来我将带你们进入一个你们从未见过的全新的世界。安魂草的叶片纹理变得如同山川河流般清晰，画面继续深入，翻过层层叠叠的植物细胞壁。天啊，这草里面怎么长得跟锈的肚兜一样，一格一格的？那叫细胞，是构成所有生命的基础。你能不能有点科学素养？就在此时，石太突然指着屏幕的一角：“师尊，快看，那是什么东西在动？”程理和月瑶立刻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在放大了数万倍的微观世界下，只见一个植物细胞壁上正附着着一个极其微小的、散发着不祥黑气的生物。它伸出细微的触须，刺入细胞内部，疯狂地吞噬着其中蕴含的生机与灵气。错不了，这是微生物。那个健康的细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变得干瘪枯萎，而那个闪电状的生物则壮大了一圈，并开始分裂繁殖。看着屏幕上这诡异而恐怖的一幕，月瑶吓得脸色惨白，石太则握紧了拳头。以灵气为食，在微观尺度进行繁殖和侵蚀，有意思。我一直以为灵气是一种纯粹的能量，没想到它竟然也能成为某些东西的食物。程理立刻将那盆安魂草用一个玻璃罩封存起来，并严肃地告诫二人，这东西很危险，在没搞清楚它的特性之前，任何人都不准再碰。老师，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也太吓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或许也是我们灵秀宗下一个要攻克的大道。
然而，麻烦的到来远比城里预想的要快。数日后，一名负责下山采购生活物资的新收弟子神色慌张地跑回了宗门。宗主，不好了，青石镇出大事了。慢慢说，出什么事了？镇子上好多人都得了一种怪病，浑身无力，精神萎靡。镇上的大夫全都束手无策，连青云门派驻的仙长都说这是天罚，无药可救。听到浑身无力、被吸干这些词，城里心中猛地一沉。症状和安魂草的枯萎很像，难道是同一种东西引起的？必须去现场看看，收集样本。不急，在不清楚传播途径之前，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它能通过呼吸传播。程立转身，迅速找来干净的细棉布和一些炼器剩下的木炭粉末，将木炭粉末碾碎，均匀地铺在多层棉布之间，然后快速地缝制出一个简易的活性炭口罩。师尊，您这是在做什么？这是简易口罩，里面的碳粉可以过滤掉空气中大部分的悬浮颗粒和杂质，虽然简陋，但聊胜于无。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记住，这种简易口罩的有效时间非常短。我们下山之后，从戴上它的那一刻算起，半个时辰之内必须返回。都听明白了吗？明白了，老师。城里三人戴着奇怪的口罩赶到青石镇，眼前的景象让他们触目惊心。街道上冷冷清清，许多店铺都关着门，路边随处可见瘫倒在地的镇民，他们面色灰败，形容枯槁，仿佛生命力被抽空一般。我们时间不多，立刻行动。师太，你负责谨记。月瑶，取一些此地的水源、土壤，还有病人呕吐物的样本，记住，不要有任何直接接触。是，老师。月瑶拿出城里为他准备的采样工具，开始紧张而有序的工作。他知道，每多耽搁一刻，危险就增加一分。城里则快速地为几名不同位置的病人进行检查，记录他们的症状，并试图找出其中的规律。发病者不分老幼，但大多集中在镇子的东区。东区靠近水源，难道是水源污染？时间1分1秒的过去，月瑶终于收集起了所有样本。老师，样本都齐了，我们快走吧。就在此时，一个虚弱的呻吟声从旁边的宅子里传来：“水，谁能给我一口水？”月瑶脚步一顿，她透过门缝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倒在地上，嘴唇干裂，眼看就要不行了。老师，去吧，速去速回。月瑶立刻将自己的水囊递了过去。就在她喂老婆婆喝水的时候，她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口罩因为低头，边缘已经有些松动。当他们处理完一切，准备离开时，月瑶的身体突然晃了一下，险些摔倒。师姐，你怎么了？不知道，突然感觉好晕，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不好！只见月瑶白皙的手腕皮肤下，一道清晰的如发丝般的黑线正在飞速蔓延，其形态与之前在显微镜下看到的闪电状微生物一模一样。城里第一次感到真正的棘手，脸色变得无比难看。糟了，还是该我亲自去的。物理学在真正的生命危机面前还是不够看的，可我又没学过医，该怎么办？城里将虚弱的月瑶带回宗门，安置在房间中。石太守在床边看着师姐日渐憔悴，急得团团转。老师，师姐她到底怎么了？您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就像上次打雷万军洞那样。城里没有回答，他只是坐在桌边，面前的教学台上正显示着从月瑶血液中提取的样本。屏幕上那闪电状的微生物正疯狂吞噬着红色的血细胞，不断增殖。繁殖速度太快了，它直接以生命能量为食，任何物理和化学手段都无法在不伤害宿主的情况下清除它们。必须找到能抑制它活性的药，可我又该去哪儿找？城里看着床上虚弱的月瑶，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无力。他突然想起了青云门的陈凡。石太，你马上传讯到青云门，告诉他们我灵秀宗有10万活计之师，请陈凡管事速来一见。找陈管事？对，他是我们现在唯一能求助的专业人士，快去。半日后，陈凡乘着飞剑，火急火燎地赶到了灵秀宗。程理老师，发生何事啊？莫不是剑宗又来寻仇了？比那更坏，你先看看月瑶的情况。当陈凡看到床上气若游丝的月瑶，以及他手腕上那诡异的黑线时，脸色瞬间大变。是灵石症，你认识的人怎么会染上这种不治之症？不治之症，那还有救吗？不瞒程宗主，近半年来，东域各地都零星出现过这种怪病，患者无分修为，都会在短时间内灵气枯竭，生机流逝而亡。各大宗门都束手无策，只能将其归为天谴。果然已经扩散了，连他也无药可治，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办法倒是有一个，快说是什么？东域之内，若说有解救之法，那便只有一处药王谷。药王谷，药王谷方，正是药王谷谷主古方，号称药王，医术通神，或许他会有办法。药王谷，看来必须去会一会这个世界的医学权威了。多谢陈管事指点，我这就动身。师太，备车吗？我们即刻前往药王谷。几天后，一辆青云门提供的挂着万剑阁信物令牌的马车停在了云雾缭绕、药香扑鼻的药王谷谷口前。守门弟子看到万剑阁的令牌，不敢怠慢，立刻进去通报。不多时，一名药童走出。谷主有请2位贵客，请随我来。有劳小童。
丹房内熏香四溢，一个须发皆白、仙风道骨的老者正手持一株枯萎的安魂草，正是谷主古方。万剑阁的信物，李淳风那个老白痴，居然会把信物给一个凡人。说吧，你来找我，所谓何事？为我弟子求医，他的症状与这株安魂草一样，生命力正在迅速流失。不必看了，此非病，乃是天谴。天谴？不错，此症名为灵枯，乃是凡人或低阶修士强行接触或使用了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灵物所遭到的天道反噬，灵气入体，经脉不通，最终被灵气反噬其身，油尽灯枯。此乃天道循环，无药可医。胡说！我师姐只是救人心切，怎么会遭天谴？无知小辈，老夫行医100年，见过的病例比你吃过的米还多，岂会看错？看在万剑阁的面子上，老夫可以卖你一枚我独门炼制的续命金丹，可保他1月性命。多少钱？100颗上品灵石，概不还价。你怎么不去抢？眼见石太动苏，程理立刻拦住，从怀里拿出一张票据。好，我买。你出手竟如此阔绰，难怪连万剑阁也护着你。师尊，这是200上品灵石的票据，足够买2颗。我只有一个要求，现在就要。古方被程理的财力震撼，他深深地看了程理一眼，接过银票。真是个不缺钱的主，看来这灵秀宗确实从李淳风那里捞了不少好处。古方从一个玉盒中取出2颗流光溢彩的金丹，扔给了程理。丹药给你了，这续命金丹只能续命，无法根治，天谴非丹石可医。多谢谷主赐药。程理和石太没有片刻停留，立刻离开了药王谷。在返回灵秀宗的马车上，石太终于忍不住了。师尊，俺不明白，那个老头子明显就是在敲诈我，还说什么天谴，他根本就治不好师姐的病，您为什么还要花钱买他的药，还对他那么客气？程理看着手中的2颗续命金丹，脸上没有丝毫担忧，反而露出了一抹神秘的微笑。师太，你觉得我们是去求药的吗？难道不是吗？不，我是去买样本的。既然我暂时不知道用什么药可以抑制那种微生物，那么就让这个世界最强的丹王来告诉我，借鉴下别人又不犯法。程理将1颗金丹递给石太，这颗你立刻用最快的速度送回去，让陈凡管事给月瑶服下，先吊住他的命。至于剩下这颗，就让为师来分析分析，这所谓的仙丹到底是由什么元素构成的。只要让我知道了配方，别说用灵石买，就算是1两银子1颗，我都能给你把成本压到这个价。石太快马加鞭，将续命金丹送回宗门，程理则带着另1颗金丹以及从青石镇采集的各种样本回到了灵秀宗。他没有片刻休息，立刻召集了所有新入门的弟子。诸位，今日召集大家是有一项全新的课题，需要大家的智慧。我问你们，你们对丹道有多少了解？弟子们面面相觑，只有一个看起来文静秀气的女弟子举起了手。回禀老师，弟子家中世代行医，对药理、丹方略知1二。传统丹道讲究君臣佐使，以灵直之性调和人体阴阳5行。很好，苏新竹同学，你出列。程理将那颗价值万金的续命金丹放在了教学台的分析口。今天我们来看看这颗所谓的仙丹究竟是什么东西。片刻后，一份详细的物质构成图谱出现在屏幕上。这颗仙丹，其核心有效成分是一种结构非常特殊的生物碱，它的作用是强行刺激人体机能，透支生命力，来换取暂时的康复。程理的话让所有弟子都倒吸一口凉气，这不是饮鸩止渴吗？所以药王谷的丹王不是在治病，他只是个高明的骗子。但是他这颗丹药里有一种辅药的成分，引起了我的注意。程理在屏幕上圈出了一种含量极低的未知植物成分。苏青珠同学，根据你的药理知识，这种灵脂你可认得？回老师，此物似乎是伏骨草，此草性阴寒，带有剧毒，在传统丹方中被视为百无一用的废料。不，这或许才是真正的解药。那种微生物以灵气为食，而伏骨草性阴寒，几乎不含灵气，反而带有能破坏生物结构的微量毒素。或许它就是那种微生物的天敌。苏青竹同学，弟子在。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灵秀宗生物与病理学课题的首席研究员。你的任务就是带领所有懂药理的弟子，以伏骨草为核心，运用控制变量法，测试上百种草药配比，给我找出能彻底抑制并杀死那种微生物的特效药。灵秀宗灵石丹房，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分昼夜的战场，数十名弟子3班轮换，在程理的统一指挥下，进行着海量的药理实验。时代则像一尊不知疲倦的机器，负责所有体力活。他用一个巨大的石磨将一筐筐草药碾成粉末。师姐还等着，俺还能再推300圈。程理已经2天2夜没有合眼，他双眼溢满血丝，死死地盯着多功能一举化教学台上不断变化的分析图谱。忽然，
一名弟子神色慌张地跑了进来。老师，不好了，月瑶师姐她又续命金丹的效果好像越来越差。夜深人静，灵秀宗的丹房依旧灯火通明，而在月瑶的房间里，他艰难地从床上坐起，叫住了正准备离开的程理。老师，你等一下。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月瑶摇了摇头，从枕头下摸出一个账本，递给程理。这个你收好。这是宗门的账本，我怕我万一撑不住，宗门的账就乱了。青云门那尾款，各宗门的赔礼我都记清楚了，还有后山那几块新开的药田，下个月就该施肥了，肥料的配比我也写在了最后一页。程理看着手中的账本，上面是月瑶娟秀的字迹，每一笔都清清楚楚。老师，你别怪我贪财，我就是怕我们灵秀宗好不容易才有了点家底，又被我这个不争气的给弄没了。你答应我，就算我不在了，你和大师兄也要好好吃饭，别再啃树皮。胡说什么？你不会有事的。我灵秀宗的首席财务官，谁也抢不走。你给我好好躺着，我现在就去把解药拿来。程理拿着账本冲进了丹房，此刻的他再也没有了平日的从容和镇定。他一把抢过苏青竹手中的实验记录，亲自在多功能一体化教学台前坐下，手指在屏幕上快地出现了残影。不够，还是不够，数据太少。温度、配比、时间、灵气反应，每一个变量都给我重新计算。我要在天亮之前看到所有可能性。看到师尊如此失态，所有弟子都吓得不敢出声，连师太都感觉到了那股恐怖的压力。老师，您快去休息，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闭嘴，继续实验。所有含生物碱的辅药2两一组，进行对比测试。快！在程理的疯狂驱动下，整个丹房全力驱动，未曾停止过一刻。但随着时间流逝，屏幕上显示的失败结论越来越多，希望也越来越渺茫。老师，还是不行，腐骨草的毒性太强，我们找不到能够中和它毒性又能保留其活性的材料。该死，方向错了吗？难道这种微生物真的没有天敌？程理失魂落魄地走出丹房，无意识中逐渐走向了安置重症病人的临时病房。病房内呻吟声此起彼伏，程理麻木地走在病床之间，看着一张张失去生命光彩的脸，心中那份属于老师的无力感几乎将他压垮。好渴，我好渴啊！就在他即将走出病房的瞬间，角落里的一个景象让他停住了脚步。一个已经意识模糊的病人抓起一把垃圾堆里的杂草，疯狂地塞进嘴里咀嚼。住口！那里面有腐骨草。程理想阻止，但已经晚了。那个病人已经咽了不知多少腐骨草下去。该死！为什么这些废弃垃圾没人清理？不对，我怎么忘了？打扫卫生的弟子也已经重病了。程理的心沉到了谷底，他跑向病人床边，以为这个病人必死无疑，想为他盖上双眼。然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那个病人在吞下杂草后，非但没有毒发身亡，反而剧烈的咳嗽起来，吐出一大口黑色的淤血，脸上的死灰色竟然褪去了一丝。唐程理呆立当场，如同被雷电劈中。没死，他吃了剧毒的断腐骨草，为什么没死，反而症状有所缓解？不对，我之前的思路全错了。程理猛地冲回丹房，一把抓起之前被当作废料扔掉的腐骨草，将它们狠狠地拍在了教学台的分析口上。苏青竹，立刻用最高精度同时分析这颗毒草上的全部成分，快！苏青竹虽然不解，但还是立刻执行。屏幕上，植物的分子结构图谱出现，无数数据清晰呈现。一个极其微量的、之前被所有人忽略的物质，被系统用红框高亮标注了出来。屏幕显示主要成分碳酸钾。程理看着屏幕上的化学式，先是一愣，随即仰天狂笑。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原来这么简单，我怎么就没想到？老师，碳酸钾这是什么？是一种盐，常用作干燥剂，也是一种能瞬间改变细胞内外离子浓度的东西。那种微生物以灵气为食，它的细胞膜对环境的渗透压极其敏感，高浓度的钾离子可以瞬间破坏它的细胞膜内外平衡，让它脱水，让它自我毁灭。在程理的指导下，苏青竹立刻行动起来。他将那些被当作垃圾的炉灰放入一套由玻璃和陶管组成的简易离心萃取设备中，最终一小瓶高纯度的呈白色晶体状的钾盐被成功提纯出来。老师，这就是解药吗？是不是解药？试了才知道。程理将提纯出的钾盐晶体小心翼翼地溶于水中，然后亲自喂给已经陷入半昏迷状态的月瑶。石太和苏青竹在一旁紧张地看着，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1刻钟过去，月瑶没有任何反应。半个时辰过去，月瑶的呼吸似乎变得更加微弱了。师尊，师姐她是不是不行了？老师，是不是剂量不对，还是我们的方向错了？程理没有说话，他的额头上也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尽管理论上万无一失，但面对一个真正的生命，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科学之外的巨大压力。就在单房内气氛压抑到极点时，躺在床上的月瑶身体突然剧烈的抽搐起来，他手腕上那道狰狞的黑线开始疯狂的扭动收缩，仿佛在承受巨大的痛苦。月瑶猛地睁开眼，喷出一大口黑色的淤血。师姐，石太想要上去扶人，但程理却拦住了他。他的身子很弱，你的力气很有可能让他2次受伤。是我心急，可师姐她在月瑶喷出淤血后，颜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淡，并最终彻底消失了。月瑶的脸色虽然依旧苍白，但呼吸却变得平稳有力，眼神也恢复了一丝清明。老师，我好饿。听到这句话，程理紧绷的身体终于松懈下来，他踉跄了一下，几乎站立不稳，但脸上却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成功，我们成功了！苏清竹喜极而泣，石太则激动地跳了起来，差点把房顶给掀了。程理立刻下令，苏清竹立刻按照这个流程将特效药进行量产，越多越好。石太传讯给青云门陈凡，告诉他灵秀宗已经找到了治愈灵枯症的方法，从今天起，东域之内再无天谴。程理一声令下，整个灵秀宗再次高速运转起来。不过短短3天，数千瓶足以救治数千人的灵秀1号特效药便堆满了整个仓库。月瑶看着堆积如山的药瓶，眼睛里全是金元宝的影子。宗主，我们发了，这次真的发了。药王谷1颗丹药卖100颗上品灵石，我们这里有几千瓶，只要卖他们1半的价格，我们就能。月瑶，我问你，你觉得这次的灵枯症和我们上次对付的奔雷剑宗哪个更可怕？当然是灵枯症。那个雷万军虽然厉害，但看得见摸得着，这个病不知不觉就染上了，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说得对，所以对付这种敌人，我们的思路也要改变。微生物不是一个固定的靶子，它是会进化的。如果我们只是卖药挣钱，拖延下去，一旦让这种微生物产生了抗药性，变得能抵抗钾盐，到时候才是真正的末日。师尊，您的意思是这小虫子还会升级？没错，我们的策略是清除，必须在它反应过来之前，用最快的速度在整个东域将它彻底消灭。因此，我决定。程理看着众人，宣布了一个让月瑶差点当场晕倒的决定。第一，所有特效药由青云门负责分发至东域各地，每一瓶只收10两白银的成本费，保证所有人都能用得上。10两。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光治病不够，还要防御。传令给陈凡，让他调动青云门所有世俗力量，用高度酒、生石灰和浓醋，对所有出现过病患的城镇进行全面无死角的消杀，特别是水源和公共场所。老师，您的意思是用这些东西去杀灭环境中残留的微生物？回答正确，苏清竹同学，这个科学防治的任务由你来远程指导。我要让东域的所有人明白，面对灾难，求神拜佛没有用，丹药也没有用，只有干净的环境、正确的防护才是科学。药王谷丹房内，谷主谷方正在悠闲地品着茶，药王谷弟子匆忙跑进来，神色慌张。谷主，不好了！何事如此惊慌？灵秀宗不但炼出了能根治灵枯症的特效药，还只卖10两银子一瓶。啊，10两银子？什么10两银子？不止啊，谷主，他们还妖言惑众，说我们药王谷的丹药治标不治本。他们还让凡人用石灰到处乱撒，说那叫科学防疫。现在整个东域的凡人和低阶修士都快把那个城里当成活神仙了。我们这几天1颗续命金丹都没卖出去。谷方呆立原地，他意识到对方要做的不仅仅是抢生意，而是绝了整个丹道的根。科学，好一个科学！传我谷主令，召集东域所有丹药世家，3日后齐聚药王谷，就说有魔道妖人欲以虎狼之药乱我丹道根基，我药王谷当替天行道，召开神农丹会，问罪灵秀宗。3日后，药王谷神农丹会上人山人海，东域几乎所有的丹药世家、炼丹宗师以及前来观礼的各大宗门代表齐聚于此。广场中央的高台上，药王谷谷主谷方端坐主位，神情倨傲。听说这次神农丹会就是为了审判那个灵秀宗，可不是吗？药王谷已经放出话来，说灵秀宗的特效药是虎狼之药，饮鸩止渴，乃是魔道。今天就是要在天下人面前揭穿他们的真面目。奇怪，怎么不见奔雷剑宗的人？他们不是和灵秀宗有仇吗？这种场合他们会不来？你还不知道，我一个在奔雷剑宗当外门弟子的远房表哥说，奔雷剑宗已经被灭门了。什么灭门？谁干的？万剑阁吗？不知道，就说是从3天前开始，他们宗门上下，从长老到核心弟子，全都染上了灵枯症，一个个死得无声无息，连求救都来不及。现在整个宗门都封山了，一个活人都没出来。这番对话让周围听到的修士无不遍体生寒，他们下意识地看向了广场入口的方向。入口处，程理带着月瑶、石太和苏青竹在青云门的护送下，不紧不慢地走了进来。明明境界低微，竟有能力覆灭奔雷剑宗，今天怕是要出大事儿。程理的出现让全场的目光都带着敬畏和恐惧。气氛怎么有点不对劲？这些人看我的眼神怎么跟看瘟神似的？不就是给奔雷剑宗一点假药吗？是他们自己求我给的，又不是我乐意。灵秀宗程理，你以妖术炼制毒药，蛊惑人心，动摇我丹道根基。今日我便要当着天下同道的面，与你分个高下，辨个真伪。
神农丹会共分3场，变药、提纯、解厄。你若3场全胜，我药王谷挟天下众炼丹修士向你俯首称臣；若你输了任何一场，你灵秀宗便要自废道统，并将那所谓的科学妖术公之于众，由我等焚毁。可以，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若我灵秀宗胜了，我要你药王谷将所有丹药的丹方全部公开，让天下人看看你们所谓的仙丹究竟是救人的良药，还是敛财的工具。此话一出，台下所有丹药世家的人脸色大变，狂妄！好，老夫便答应你。现在开始第1场。变药，药王谷的弟子们很快便抬上了数百个紧闭的玉盒。变药乃我丹道之基，今日老夫便与你灵秀宗比一比，谁的根基更深厚。说完，他走到第1排玉盒前，看都未看，只是用鼻子轻轻一嗅。龙血草300年份，生于南疆火山之阴，其叶9片，可炼龙力丹。他走到第2个玉盒前，用手指沾了一点盒子上的露水，放在舌尖一品。冰破花500年份，开于北海玄冰之下，其蕊7瓣，是炼制静心丸的主药。在接下来的半个时辰里，古方如同行走的丹经，仅凭望闻问切，便将上百种灵植的名称、年份、产地、药性一一道来。盒子打开，内容分毫不差。台下众丹师看得如痴如醉，爆发出阵阵喝彩。不愧是丹王，此等变药之能，我等望尘莫及。古方谷主对药性的理解已入化境，那灵秀宗输定了。古方享受着众人的吹捧，他看向城里，脸上带着胜利者的微笑。古方一挥手，药王谷弟子迅速错位，避免药草重复出现。程宗主，该你了。你若能认出老夫这一半，老夫便算你赢。城里没有理他，对苏青竹点了点头。苏青竹走到台前，从背后的木箱中取出了一台便携式的光谱分析仪。看到这个奇怪的法器，台下又是一阵议论。这是什么东西？炼丹炉吗？不像啊。故弄玄虚，变药靠的是眼力、经验和传承，靠一个铁疙瘩能变出什么？苏青竹没有理会周围的议论，他启动仪器，将探头对准了第1个玉盒，仪器发出一道光，穿透了玉盒，屏幕上瞬间出现彩色光谱图，旁边还罗列着一堆众人看不懂的数据。光穿过去了，那玉盒可是用100年温玉制成，能隔绝灵气探查的。用光变药，闻所未闻，这怎么可能？苏青竹看着屏幕，平静地念道：玉盒之内为龙血草，年份312年，主要有效成分为龙血素，含量7.2%，另含微量铁元素、锌元素。一名药王谷弟子闻言，立刻上前打开玉盒，里面果然是龙血草。古方脸色一变，年份精确到个位数，还有什么龙血素、铁元素？苏青竹没有停顿，他拿着探头，如同走马观花一般，飞速扫过一排排紧闭的玉盒。第2盒冰破花，年份503年，核心成分冰破碱，含量9.1%。第3盒紫猴花，年份260年，核心成分紫猴酮，含量3.4%，半生毒素猴尾碱，含量0.8%。苏青竹不仅报出了药材的名称、年份、主要成分，甚至连其中半生的微量毒素及其含量都说了出来。每当他说出一个，便有弟子上前开盒验证，无一错漏。广场上渐渐变得鸦雀无声，不到1炷香的时间，苏青竹已经将数百种灵植全部辨认完毕。古方谷主晚辈辨认完毕。所有炼丹师都如同看鬼一般看着苏青竹，他们需要耗费数十年苦功才能掌握的变药之术，在对方面前就像个孩童。古方更是呆立在原地，脸色惨白，嘴唇微微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程理缓缓站起，走到台上。古方谷主，我这位弟子不仅知道它叫什么，还知道它里面真正起作用的是什么，有多少，甚至知道有什么杂质和毒素。现在我只问你一个问题。程理的目光变得锐利，直视着失魂落魄的古方。你们药王谷炼丹讲究君臣佐使，以药性调和，但你们可曾想过，为何有时2种药性完全相反的灵植，在丹炉中却能融合成效用更强的丹药？所谓的药性，其本质又是什么？这个问题如同重锤，狠狠地砸在了古方和在场所有丹师的心头。程理看着哑口无言的众人，微微一笑。看来谷主回答不上来，那么这第1场，我们灵秀宗应该算是胜了吧？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小子！变药不过是纸上谈兵，丹道之本在于炼化，在于去无存精。第2场提纯，老夫倒要看看你的科学如何胜过我
药王谷传承1000年的九转还阳炉。顾方拿出了剧毒的黑煞草，盘膝坐于丹炉前，口中念念有词，双手打出一道道玄奥的法诀。紫金丹炉炉火升腾，变换出9种不同的颜色。顾方将黑煞草投入丹炉，神情变得无比专注。1个时辰后，顾方爆喝一声，丹炉顶盖冲天而起，一股浓郁的黑色毒气被他以精妙的手法强行抽出，凝聚成一颗黑色的毒丸，被他封入玉瓶。第一步去煞已成，老夫已炼出其中7成毒素。台下众丹师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不伤药性，先去其毒。丹王对火候的掌控已达化境，此乃古法阴阳分离之术，太妙了！那灵秀宗这次输定了。所有人的目光都带着嘲讽和轻蔑投向了另一边的苏青竹。只见苏青竹从木箱中取出一堆玻璃管、烧瓶和酒精灯，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搭建起一套简陋的分流设备。那是什么东西？一堆瓶子，他们要用这个来炼丹？哈哈，笑死我了！药王谷用的是法宝丹炉，他们用的是烧火棍和玻璃瓶，这是来搞笑的吗？城里对周围的嘲笑充耳不闻，只是平静地对苏青竹下令：苏青竹同学，开始你的实验，记住，利用不同物质沸点的差异，实现精准分离。是，老师。苏青竹点燃酒精灯，将处理过的黑煞草汁液放入蒸馏烧瓶中，缓缓加热。就在众人以为这只是一场闹剧之时，异变突生。只见苏青竹的设备中，一缕黑色的气体顺着玻璃管上升，进入一个降温的蛇形冷凝管后，迅速凝结成一滴滴漆黑液体到下方的收集瓶中。不过短短半个时辰，苏青竹便熄灭了酒精灯，举起手中的收集瓶，瓶中装了满满一瓶黑色液体。回禀老师，黑煞草毒素已全部分离，纯度99.9%。全场沉默。如果说古方是炼出了7成毒素，那苏青竹就是将毒素完完整整的搬了出来。怎么可能？他是怎么做到的？没有丹炉，没有法诀，就把毒素全部提出来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黑煞草的毒性与地煞精华半生，强行分离只会让精华药性大减。古方强压下心中的震惊，冷哼一声，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丹炉上。哗众取宠，就算你提纯了毒素又如何？精华还在草药残渣之中，看老夫炼出真正的地煞精华！古方再次催动炉火，进行最关键的凝华。时间1分1秒的过去，丹炉内的药香越来越浓郁。又过了2个时辰，就在古方满头大汗，即将大功告成之际，苏青竹那边再次举起了另一个收集瓶。老师，地煞精华已提纯完毕，纯度99.9%，总耗时2个半时辰。这一次，瓶中不再是黑色液体，而是璀璨的淡金色结晶。那股精纯至极的药香瞬间盖过了古方。古方身体猛地一震，他难以置信的抬头。当他看到苏青竹手中金色结晶时，再也无法维持镇定。古方噗的一声喷出一大口鲜血，指着苏青竹：“不可能！我的9转还阳炉3天3夜才能炼出3成纯度的精华，你这妖法究竟是什么？”程立缓缓走上前，拿起那瓶金色结晶，对着阳光：“古方谷主，现在你明白了吗？丹道不是玄学，而是一门关于物质分离的科学。第2场我们又赢了，2比1，还要来第3场吗？”台下的丹药世家们一个个信仰崩塌。原来我们耗费一生追求的丹道，在人家眼里只是一场简单的物质分离。输了，我们从根上就输了。不，我还没输。丹道之本在于解厄避害，你懂得再多，若不能救人，一切都是空谈。第3场治疗，老夫要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回天之术。程理看着状若疯魔的古方，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可以，起出题吧。古方示意4名弟子，很快用4人抬着一个气息奄奄的老者走上了高台。老者腹部高高鼓起，仿佛怀胎10月，体内不时传来灵气暴走的闷响。这位是天星宗的赵长老，1月前修炼走火入魔，导致灵气在丹田凝结成时堵塞经脉，命在旦夕。我用尽方法，也只能勉强维持其生机。此时已与丹田融为一体，坚不可摧。若强行化解，只会引发灵气爆炸，当场身亡。此乃死局，药石无医。程宗主，你若能救治，老夫当场拜师；若不能，后果你知道。程理平静地走上前，对众人说道：“药石无医，不代表科学无策。此症无需用药，只需用理。”苏青竹将那台便携式的光谱分析仪拿了出来，探头对准了赵长老腹部。怎么，你还想用你那套变药的把戏，隔着肚皮看病不成？程理没有理他，在仪器屏幕上快速操作，帮苏青竹切换到高频震动波探测模式。仪器发出一股无形的探测波，屏幕上立刻构建出赵长老丹田内那块巨大灵气结石的3维影像。片刻后锁定位置，找到了，频率不算太高，在时态的可控范围之内。时态同学，到你了。是，师尊。让那个蛮子来治病，他一拳下去，赵长老不得当场毙命。哈哈，我明白了，你是治不好，准备直接把人打死，来个死无对证吗？真是狠毒。程理无视所有质疑，
他用手指着赵长老腹部的一个位置，这里，用你打碎第3块花岗岩的那个频率，记住，控制好力的范围，不要伤及脏腑。弟子明白。石太深吸一口气，走到赵长老面前，他伸出沙箍大的拳头，拳头上没有丝毫灵力波动，只有一层高速震动的气流。他将拳头以一种特定的节奏贴在城里指定的位置上，仅仅10几个呼吸之后，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咔嚓声从赵长老体内传出，那嗡嗡声戛然而止。结石已碎，接下来只需将粉末排出即可。石太收拳后退一步，程里取出一颗药丸喂入赵长老口中。话音刚落，原本气若游丝的赵长老突然剧烈咳嗽，喷出一大口混杂粉末的淤血，高高鼓起的腹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了下去。我这是在哪？我没死。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那位被丹王判了死刑的赵长老自己坐了起来。多谢先生救命之恩。五方呆呆地看着这一幕，又看了看石太那双平平无奇的拳头，道心彻底崩溃。原来我们拜了1000年的丹道，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程里看都没看他一眼，只是对着剑圣李淳风平静地拱了拱手。李阁主，3场已过，我灵秀宗幸不辱命。李淳风深深地看着程里，许久才长叹一声，对着全场朗声宣布：神农丹会灵秀宗3战全胜。自今日起，东域丹道当以灵秀宗之科学为尊。就在李淳风宣布结果的瞬间，程里的脑中响起了久违的系统提示音：叮，恭喜宿主完成史诗级教学成就，定义丹道系统3.0版本更新，天文学模块解锁，奖励核心教学工具高精度射电灵能望远镜。天文学？难道我该研究飞升了？神农丹会一战，灵秀宗彻底封神。东域各大宗门为了讨好这位新晋的科学道祖，送来的贺礼堆积如山，其中最多的便是各家珍藏的功法典籍。老师，这些功法你一个学不会，放着是不是占地方？占地方是不是要花钱？要不还是退了吧。程里正坐在一堆故纸堆里，翻阅着一本名为《东域异闻录》的古籍，头也不抬。月瑶同学，知识是无价的，这些是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宝贵资料。突然，程里翻书的手指停住了，书页上一幅描绘着直插云霄巨塔的插图吸引了他的注意。插图旁还有一行小字：通天大道登仙路之唯一门径，为中央圣宗所掌。通天大道中央圣宗飞升。程里将所有典籍中关于飞升的记载全部找了出来，他发现所有记录都语焉不详，只说飞升需要莫大的机缘和极高境界，而通天大道是唯一的希望。师尊，飞升不就是修为到了，被仙界接引走吗？不，任何现象背后都有其物理规律，我不相信有什么接引。所谓的飞升，很可能只是一个突破空间的物理过程。程里站起身，走到全新的多功能一体化教学台前。从今天起，我们灵秀宗开设一门全新的学科——天文学。我们的下一个研究课题就是解构飞升。入夜，程里带着石太和苏青竹来到了灵秀宗的最高峰，在他的指挥下，石太将一个锅盖般的金属造物安装在了山巅之上，那正是系统奖励的高精度射电灵能望远镜。望远镜对准了繁星点点的夜空。程里带着石太和苏青竹开始了灵秀宗的第一次天文观测。我一直以为星星是有限的，但现在看到真正的数量。我们所处的世界只是这无垠宇宙中的一粒尘埃，而飞升或许就是从我们这粒尘埃跳到另一粒尘埃上去。我的假设是，飞升是一个可以被观测和计算的过程。现在开始全频段扫描，建立我们的天宫数据库。程里启动了望远镜的全频段监测功能，望远镜的巨大锅盖开始缓缓转动，扫描着整片星域。然而1个时辰过去，屏幕上的所有数据都显示为0。师尊，这大家伙是不是坏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不对劲，老师，数据显示整个天空除了我们能看到的这些星光，没有任何其他数据。这片星空干净的像一幅画。听到像一幅画5个字，程里心中猛地一沉，绝对的静默，这在物理学上是不可能的，除非……他眼中闪过一丝骇人的金光，立刻在教学台上输入了一串新的指令：进行光谱红移和视差测量。我要计算出这些星辰与我们之间的真实距离。苏青竹立刻执行操作。片刻后，他看着屏幕上得出的结论，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身体都开始微微颤抖。老师，所有星辰的测量结果都一样，它们距离我们全都在同一个空间里。怕什么？都在一个球上，那不是挺整齐的吗？石太还没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不，这不是星空，这是一个罩住了整个世界的巨大的人造天幕。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笼子里，我们看到的星空是假的。程里那句星空是假的，让石太和苏青竹如遭雷击，呆立当场。笼子，我们一直生活在笼子里。是谁把天给封起来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程理没有回答，他强行压下心中的震撼，大脑飞速运转。一个能笼罩整个世界的巨大天幕，其背后必然有一个强大的无法想象的组织在维护。他们制造这个谎言的目的，就是为了垄断飞升的真相。程理的目光再次投向教学台的屏幕。既然是人造的，就一定有能量源，有结构。苏青竹，功率调到最大，我要看看这个蛋壳到底有多硬。老师，这样会不会太危险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执行命令。苏青竹咬了咬牙，在屏幕上摁下了发射键。然而，粒子束在接触到天幕的瞬间，就如同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下一秒，整个天幕突然亮了一下，快躲开！下一秒，威压从天而降，正在灵秀宗做客的灵秀宗，祭出上千把风潮剑，才堪堪抵挡住攻击。一名身穿金色华服、面容倨傲的青年凭空出现在天文台上，圣宗使者眼神冰冷，如同看死物般扫过三人，最终锁定在那台望远镜上。异常数据源确认，已确认微生物重启大陆失败，检测到禁忌知识确认，清除协议启动。一道纯粹由能量构成的金色光束直射程理的眉心，石太暴喝一声，瞬间挡在程理身前，用尽全力挥出共振拳。然而那光束仅仅是暗淡了一瞬，便直接洞穿了石太的护体气镜，擦着他的肩膀飞过，在他身后的山岩上留下一个深不见底的小孔。石太闷哼一声，整条手臂瞬间变得焦黑，失去了知觉。好强的力量，我的共振拳竟然对他无效。不是无效，是能量层级差距太大，他的攻击已经超出了宏观物理的范畴。圣殿使者脸上没有丝毫波动，再次抬起手指，准备执行最终的清除。李传风催动全部剑气，化作一道剑盾护在自己身前，但他知道这最多只能再抵挡一次攻击。程理老师，此物非人，更像是一个执行命令的傀儡。我的剑气无法锁定他的本体，不是什么，像是一个程序。他的目标是清除异常数据，也就是我们和这台望远镜。既然是终端，就一定需要和服务器进行数据交互。程理猛地回头，对着已经吓傻的苏青竹和月瑶大吼：“苏青竹，月瑶，别乱转，启动教学台和所有分析仪，功率开到最大，给我扫描好。”是，老师，收到。就在此时，圣宗使者的第二道金色光束已经轰炸而至，李存风的剑盾应声破碎，他本人喷出一口鲜血，飞出去，金色光束余威不减，直射程理。石太怒吼一声，用仅剩的左臂将程理猛地推开，光束擦着程理的衣角，将他身后的教学台轰得粉碎。石太，圣宗使者没有任何情绪波动，机械地转向下一个目标程理。然而就在他抬起手的瞬间，他的动作忽然停顿下。停了？为什么会停顿？难道是他需要重新校准目标，接收来自天幕的指令？程理的目光瞬间投向了那台仅存的高精度望远镜。苏青竹，放弃所有分析，把望远镜的能量全部集中到发射器上。用望远镜去攻击他，这做不到的。执行命令。圣宗使者已经再次抬起了手指，金色的光芒在其指尖汇聚。苏青竹和月瑶不再犹豫，他们冲向望远镜的控制台，将所有能源模块推到过载。射电望远镜的巨大锅盖开始发出危险的嗡鸣声，内部电光闪烁。发射！一道覆盖整个山巅的巨大电磁脉冲从望远镜中爆发而出。圣宗使者身体猛地一僵，指尖的光芒瞬间溃散，他与天幕的链接被暂时切断了。程理抓住了这1/1000秒的机会。他的身体并非完美，数据显示，能量核心的外部护甲在特定高压下会呈现出压电效应，产生共振频率。程理冲到呆滞的圣宗使者面前，他手握最好的一把剑，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地戳在了使者肋骨下方的位置。圣宗使者的身体如同被敲响的音叉，开始高频震动，体内的能量核心瞬间失稳。警告，洗力失效，上传最终数据。下一秒，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他的身体分解成金色的光点，缓缓消散，只留下了一块指甲盖大小的、闪烁着幽光的黑色晶片掉落在地上。程理瘫倒在地，大口喘着粗气，看着地上那块晶片。停了，他捡起那块黑色晶片，缓缓站起。他抬起头，望向那片再次恢复了宁静的星空。半个时辰后，李传风和石太的伤势已被初步处理，所有人围在一张桌子前，神情凝重。桌子中央摆放着那块从圣宗使者身上掉落的黑色晶片。老师，那怪物就这么死了？那不是死，是程序被强制关闭。程理将那块黑色晶片小心翼翼地放入了材料分析仪的凹槽内，屏幕上数据流飞速闪过，但很快一连串红色的警告光弹了出来。老师，不行，我们无法解析它的材质，强行破解它可能会自毁。程理眉头紧锁，他知道以他们现有的技术无法深入这块晶片的核心。不是吧？这可是系统给的东西，它再不科学，能有系统和穿越不科学？继续扫描，哪怕只能读取到一点碎片化的信息也好。时间1分1秒的过去，就在仪器快要过载的瞬间，屏幕上终于跳出了一小段被成功破译的残缺不全的音频文件。第734次灵气循环完成，飞升能量已收集37%，监测到世界出现科技测异常。
产污染，启动清除协议。警告：格式化失败，目标掌握，底层物理规律，威胁等级提升至逐龙级，建议重启大陆生态。听到重启大陆生态6个字，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刺骨的寒意。难道说我们经历的每一次所谓末法时代都是一次格式化？我们不是第一批反抗者，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批。中央圣宗，你们的世界我们来了。屏幕前的家人们，觉得我们能赢得扣1。